庄园淹没在沉寂的黑夜中，从厚重的窗帘到哀悼的宾客，悲伤在低声啜泣中流淌，阴影里却回荡着窃窃私语。有人低声问道：“喂，你听说了吗？关于卢万家族的继承人？”另一人附和道：“天哪，竟然是一个卑贱歌女的私生子！”窃笑声在角落蔓延。是的，这次显然也是他干的。妮娜听着那些刺耳的议论，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他们还真是管不住那张肮脏的嘴。阿德里安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书，沉默地注视着妮娜。你说话的样子越来越像精了，大家都在胡说八道。不过我是个私生子，这确实是事实。妮娜皱起眉头，反驳道：“即便如此，也没必要大声说出来。那个女人的儿子死了，又不是我们的错，她肯定被那些流言蜚语惹恼了，真想把那些乱嚼舌根的人都揍一顿。这个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少年，是我的青梅竹马。”也是卢万家族的继承人。在卢万公爵去世之前，家族的继承权原本有着清晰的界限。阿德里安是身份尴尬的私生子，而公爵夫人所生的杰拉德和艾登才是顺位靠前的继承人。然而，公爵在没有确立继承人的情况下突然离世，阿德里安也获得了继承权，真正的麻烦也随之而来。就在不久前，公爵夫人最疼爱的幼子杰拉德突然惨死。现在所有人都在好奇，那位失去爱子的公爵夫人接下来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但即便如此，妮娜斜过视线，偷偷打量着阿德里安。当事人竟然如此冷静，这反而让他感到有些抓狂。虽然沉稳是阿德里安的优点，但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他到底要怎么生存下去？昨天，当其他骑士启程返回紫罗兰森林边界时，妮娜拒绝了同伴们的劝说，执意留在了银湖城堡。虽然阿德里安看起来有些困扰，但妮娜并不在意，她觉得自己在这里还有必须完成的事情。妮娜握紧腰间的剑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妮娜和阿德里安同时警觉地看向门口。阿德里安放下书，说道：“请进。”房门被缓缓推开，一名银发男子出现在门口。他微微躬身行礼，说道：“向您致敬，阿德里安大人。”妮娜有些疑惑地看着来人，只是个仆人吗？从他们到达这里开始，这个家伙就从未露过面，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候出现？仆人低声传达道：“这是公爵夫人的口信。”妮娜盯着那名仆人，心中暗想，果然不出所料。仆人继续说道：“公爵夫人为您准备了茶水，阿德里安大人，他想问您是否愿意现在就过去。”阿德里安站起身，跟着仆人走向公爵夫人的居所。茶室的大门被缓缓推开，公爵夫人坐在桌旁，看着走进房间的阿德里安，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他伸出戴着黑色蕾丝手套的手，轻轻拎起精致的茶壶，将冒着热气的茶水注入杯中。很高兴你能过来，我一直希望在你到达的时候，这壶茶还是温热的。阿德里安顺从地走向桌边，妮娜紧跟在他身后，神情戒备地盯着那杯红色的茶水。阿德里安察觉到妮娜的紧张，轻声安抚道：“没关系的，妮娜。”公爵夫人端起茶杯，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关于我们之间的事。杰拉德是个非常聪明又漂亮的孩子。阿德里安低下头，语气沉稳地回应道：“是的，他确实是，请您节哀。”公爵夫人发出一声轻笑：“谢谢你，阿德里安，我就知道你会理解我的。所以，我有一个请求。”妮娜猛地冲上前去，一把挥开了那只茶杯。阿德里安惊愕地喊道：“妮娜！”妮娜死死盯着那滩茶水，绝对有问题。她仰头将杯中的液体一饮而尽。妮娜放下空茶杯，视线开始变得模糊，身体不由自主地摇晃起来。她自嘲地笑了笑，果然我猜对了。剧痛瞬间席卷全身，妮娜感到喉咙像被烈火灼烧，五脏六腑仿佛正在融化。她支撑不住身体，重重地摔倒在地，鲜血从嘴角不断涌出。阿德里安冲上前去，跪在地上，紧紧抱住妮娜。妮娜痛苦地蜷缩在阿德里安怀里，意识逐渐涣散。她艰难地喘息着，绝对不能让阿德里安喝下这种东西，我必须保护我的小主人。妮娜想要回应他，可身体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动弹。对不起，她在心里默默道歉，指尖无力地划过地面，最终彻底失去了知觉。阿德里安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不，他紧紧抱着怀中冰冷的身体。妮娜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双眼因极度的悲愤而充血，死死盯着前方。公爵夫人发出一声轻蔑的感叹：“哎呀！”他重新拎起茶壶，不紧不慢地将鲜红的茶水注入杯中。别管那个无理的卫兵了，过来再喝一杯吧。两名身材魁梧的侍卫走上前，一左一右强行架起瘫软的阿德里安，将他从妮娜身边拖开。其中一名侍卫冷笑着说道：“好了，别让夫人久等了，不是吗？”他们粗暴地将阿德里安按在桌边的椅子上。阿德里安低垂着头，一股诡异的黑气从他脚下升腾而起，瞬间缠绕住架住他的侍卫。侍卫惊恐地看着自己的手臂，这是什么？漆黑的锁链凭空出现，带着毁灭的气息，将侍卫死死勒住。阿德里安缓缓抬起头，原本深红的瞳孔此刻燃起暴力的杀意。黑暗啊，撕碎我所有的敌人！侍卫发出痛苦的惨叫，漆黑的锁链如毒蛇般死死勒住他的脖颈，将他整个人提向半空。这不可能！另一名侍卫惊恐地后退，从未听说过这种力量！救命！无数具散发着不祥气息的骸骨从阴影中爬出。夫人，快逃！侍卫声嘶力竭地喊道：“这些怪物根本杀不死！”公爵夫人瘫坐在椅子上，原本优雅的神情早已崩塌。阿德里安，你以为做出这种事后还能全身而退吗？就为了那个卑贱的丫头，你简直是……阿德里安抱着妮娜在暴雨中狂奔，他的呼吸急促而混乱，不断低声呼唤着她的名字：“妮娜，求求你，不要这样对我。”
雨水混杂着泪水滴落在妮娜脸上，她费力地睁开眼缝，意识模糊的呢喃道：“阿德里安。”妮娜感觉到自己正被紧紧拥抱着，她在雨中奔跑的颠簸感清晰地传来。她安全逃出来了吗？真想看看她现在的表情啊！可是眼睛已经快要睁不开了，身体里冷热交替，仿佛火焰与冰霜正在体内疯狂厮杀。妮娜能感觉到，那是属于她的精灵们在拼命挣扎。北风与霜雪正试图冻结血液，以此减缓毒素蔓延的速度。一切都变得寒冷而迟缓，仿佛坠入了冰川之下。妮娜感觉到身体在不断下沉，意识在深邃的海水中漂浮，好困，就像在做梦一样。是因为濒临死亡吗？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开始在脑海中浮现。过去，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对了，我想起来了，那是所有故事开始的那一天。在那一天，关于另一个世界的记忆毫无预兆地涌入了我的脑海。虽然生活贫苦，但那段日子平凡而安稳。那是一个靠刀耕火种维持生计的村庄，即便整日劳作，也仅仅只能勉强糊口。作为善良父母膝下最小的女儿，我曾在那份宠爱中幸福的成长。然而，父母在马车事故中双双离世，我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不幸并未就此终结，在我5岁生日那天，另一个世界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入脑海，就像读过的一本书那样清晰。妮娜，你受伤了吗？怎么了？那个世界如此和平，没有人会挨饿，也没有人会失去挚爱。那种温柔而美好的生活，让我忍不住流下眼泪。但很快，两个世界的记忆开始交织纠缠在一起。惊叫声在屋内响起，正在忙碌的女人猛地一惊，手中的盘子险些滑落。她急忙冲进房间，看到年幼的妮娜正蜷缩在地上痛苦的尖叫。妮娜！女人惊慌地呼喊着，她试图靠近并安抚这个孩子，妮娜却猛地推开了她的手，眼神中充满了惊恐与陌生。别碰我！妮娜大声吼道：“我不是妮娜，这里不是我的家，你们也不是我的家人，送我回原来的世界！”女人愣在原地，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判若两人的孩子。一名男子听到动静，也赶到了门口。妮娜推开众人，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家门，消失在村庄的小径上。妮娜！身后的呼喊声越来越远，她却头也不回地奔向远方。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亲戚们聚在一起，低声议论。她总是说些关于另一个世界的胡话。我甚至请萨满来看过她。亲戚叹了口气说道：“亲眼看着父母死在面前，一个孩子怎么可能保持正常？你们根本什么都不懂。”她独自跑进树林，蜷缩在一棵巨大的枯树下。我不是妮娜，原本的我应该是妮娜。一个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她抬起头，看到男人正气喘吁吁地跑来。谢天谢地，你果然在这里，很高兴能在日落前找到你。妮娜注意到男人的一只脚光着，脚趾上沾满了血迹和泥土。她愣愣地看着男人，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妮娜看着男人受伤的脚尖，说道：“哥哥，你的脚在流血。”男人有些尴尬地笑了笑，哈哈，我不小心把鞋弄丢了，你一定饿坏了，我们回家吃晚饭吧。贝利说他买了很多你喜欢的零食，他应该快到了。妮娜，男人看向远方说道：“哦，是贝利来了。”贝利正穿过田野匆忙赶来，他停在两人面前，气喘吁吁地问道：“妮娜，你没事吧？”谢天谢地，你平安无事。贝利蹲下身子，温柔地注视着妮娜说道：“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妹妹。”他张开双臂，紧紧抱住妮娜。妮娜感受着这份毫无保留的爱意，眼眶渐渐湿润。贝利轻声地喃道：“我们回家吧，妮娜。”妮娜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她扑进贝利的怀中，放声大哭。就这样，我在这场脑内的混乱中坚持了下来，并最终赢得了胜利。虽然把战胜记忆称为胜利听起来有些滑稽，但赢了就是赢了。一旦熬过了最初的痛苦，另一个世界的记忆便逐渐成为了我的一部分，直到他们与现在的我彻底融合。房门被推开，男人走了进来，喊道：“妮娜。”他带着赞许的神色继续说道：“我听说你帮水果店老板解决了一个连他都算不清楚的难题，真的吗？那太了不起了。”贝利正坐在椅子上为妮娜梳头，他笑着回应道：“哎呀，那没什么。”贝利一边熟练地系着丝带，一边说道：“我们的妮娜这么聪明，以后一定要送她去城里的学校读书。”妮娜闭着眼睛享受着这一刻，这都要多亏了那个世界的记忆。贝利最后整理了一下红色的发带，说道：“好了，扎好了，红色丝带真的很适合你，妮娜。其他颜色也会好看吗？下次要不要试试染成蓝色？”妮娜露出灿烂的笑容，回应道：“不，我喜欢红色。”那一刻，我感到很幸福，不应该是曾经很幸福，直到贝拉克斯出现夺走了我的一切。巨大的轰鸣声撕裂了夜晚，一只燃烧着火焰的巨兽从天而降，火光瞬间吞噬了村庄，惊恐的尖叫声四处响起。是贝拉克斯，贝拉克斯来了！人们在烈焰中绝望地呼喊：“快跑！大家快逃命啊！”火光冲天，四周满是奔逃的人影和凄厉的惨叫。你在干什么？快跑啊！别在那儿发呆！大人们惊恐地呼喊着：“救命！救我！”绝望的哀求声被烈焰吞噬。妮娜站在原地，琥珀色的双眼中倒映着漫天红光。姐姐，哥哥。不远处的废墟下，一双沾满鲜血的手无力地垂落在焦土之上，那是他最亲近的人。不，妮娜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在贝拉克斯席卷村庄之后，强盗接踵而至，而我作为一个孤儿被卖给了人口贩子。好冷好困。妮娜蜷缩在阴暗潮湿的角落，意识逐渐模糊。妮娜，一个空灵的声音在意识深处响起：“没关系的，不要害怕。”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在光芒之中，你可以再次向前迈进。发自内心的言语中会真诚地传达给他人，任何人都会轻易察觉到你的温暖与光辉，因为在你的灵魂深处。妮娜猛地睁开双眼，你是在梦见你的姐姐和哥哥吗？还是没有？那些记忆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但奇怪的是，我的心情却因此轻松了一些。
妮娜坐在颠簸的马车货箱里，低头看着手中那条破旧的红色丝带。我想你们了，如果我一直哭下去，姐姐和哥哥也会伤心的。所以从现在起，我必须努力活下去。几周后，马车停在了宏伟的卢万公爵府邸前，一名戴着眼镜、抱着大碟盘子的女仆走过来。哦，你就是新来的厨房帮工吗？他打量了一下瘦小的妮娜，跟我来，我先给你简单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他们说明明要找个结实耐操的人手，结果却送来这么小的孩子，则算了。反正这里是卢万公爵家，他们穿过忙碌的后厨。这家的成员包括公爵和公爵夫人。哦，对了，新任公爵夫人最近刚生下了杰拉德小少爷，所以你做事要格外小心。反正你在厨房干活，平时也见不到公爵夫人，你应该很擅长洗碗和削土豆皮吧？趁着休息时间，你最好先熟悉一下府邸的布局。哎呀，看我这记性，公爵还有一个私生子，他的名字叫阿德里安。妮娜猛地停下脚步。阿德里安，阿德里安，卢万，那不是我在另一个世界读过的小说里的男二号吗？在那本小说里，当反派试图召唤堕落的精灵王来毁灭世界时，圣洁的女主角身为大魔导师的男主角以及这位骑士男二号，他们会联手击败反派，拯救世界。妮娜捂住嘴巴，身体微微颤抖。难道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悲剧都与那本言情小说有关吗？女仆停下脚步问道：“喂，你在听吗？”妮娜猛地回过神，应道：“是的，当然在听。”女仆推了推眼镜，听好了，你只要埋头干活，千万别惹公爵夫人不高兴。她极其厌恶那个私生子男人，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别和那个男孩扯上关系。交代完这些，女仆转身走向后厨。行了，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把你要削的土豆拿过来。真是麻烦。妮娜站在原地，低声应了一句：“好的。”她陷入了沉思。如果杰拉德才刚出生，那么男人现在应该是9岁左右，这比小说剧情开始的时间要早得多。妮娜的眼睛亮了起来，这反而是件好事。既然我知道未来的走向，我就能帮到他，就像姐姐和哥哥曾经守护我那样，我也要守护他。妮娜握紧拳头，眼神变得坚定。我要利用这些记忆去救男人，然后我也要努力活下去，无论发生什么。夜幕降临，一只周身缠绕着暗紫色气息的乌鸦振翅而飞，稳稳地落在窗台边的一只手上。阿德里安静静地听着乌鸦传来的讯息。我知道了，府邸里来了一个新孩子，不其实也没什么，我没兴趣。他转过头看向窗外无尽的黑暗，语气冰冷而决绝。反正他们都是同一种人。几周后，妮娜站在厨房的琉璃台前，正用力刷洗着堆积如山的餐具。一名厨师停下手里的菜刀，指着妮娜大声命令道：“喂，那边那个，再去拿些鸡蛋来。”妮娜赶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转身回应道：“好的，马上就去。”厨房里到处是忙碌的身影。另一名女仆一边翻动锅里的食材，一边头也不回地喊道：“新人，土豆削好了吗？”妮娜拎着沉重的篮子跑过台阶，大声回答道：“再给我1秒钟，马上就削好。”负责监管的女仆长神色紧张，对着众人叮嘱道：“送去给公爵夫人的食物必须反复检查2、3遍，谁也担待不起她的怒火。新人，集中注意力，动作快点。”妮娜抱着装满食材的木盆，使出全身力气奔跑起来。她大声回应道：“是。”厨房的餐桌上已经摆好了准备送出的丰盛菜肴，冒着热气的浓汤与烤肉散发出阵阵香味。妮娜精疲力竭地坐在椅子上，整个人像是脱了水一般，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女仆长走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道：“辛苦了，剩下的工作只有把餐点送上去，你去休息1、2个小时吧。”妮娜勉强打起精神，回应道：“好的，夫人。之前真的很担心，不过我适应的速度似乎比预想中要快。虽然厨房的工作非常繁重，大家总是处于紧绷的状态，甚至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但其实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想到这里，妮娜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尤利亚·桑德森，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可爱的妹妹在这里也做得很好。突然，厨房的大门被人猛地撞开，发出一声巨响。妮娜和周围的厨师们都被吓了一跳，齐齐转头看向门口。女仆长惊呼道：“夫人！”公爵夫人面色阴冷地走进厨房，女仆长赶忙迎上前问道：“马上就到用餐时间了，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公爵夫人没有理会，她径直走向餐台，皮鞋踩在石板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她停在准备好的餐点前，说道：“我注意到阿德里安最近都没来餐厅用餐，从现在起停止给阿德里安送饭。”女仆长惊恐地捂住嘴巴，问道：“什么？那他的餐点该如何？”公爵夫人猛地转过头，眼神中透着令人胆寒的戾气。他的餐点，我竟然不知道？你对他已经关心到了这种地步，还是说干脆让你搬到别馆去贴身伺候他？妮娜看着这一幕，心里感到一阵恶寒。阿德里安还只是个孩子，剥夺他的饮食实在太过分了。女仆长颤声回应道：“是我失言了。”公爵夫人端着汤碗转身离去。很好，我已经警告过你了，你最好谨言慎行。她猛地倾斜手中的汤碗，暗红色的浓汤倾泻而下，重重地砸在地面上，瓷碗碎裂的声音在寂静的厨房里格外刺耳。公爵夫人头也不回地走上台阶，离开了厨房。厨房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过了许久，大家才如梦初醒般叹了口气，开始默默收拾残局。所以现在是什么情况？他是说以后完全不给阿德里安少爷提供食物了吗？另一人附和道：“这确实有点太可怜了。前辈，公爵夫人平时也这么讨厌阿德里安少爷吗？”女仆扶了扶眼镜，神色忧虑地回答道：“恐怕从现在开始情况只会变得更糟。不久前，公爵夫人生下了一个儿子，但公爵大人似乎对他完全不感兴趣。
传闻昨晚公爵夫人请求公爵剥夺阿德里安的继承人身份，但公爵只是冷漠地无视了他。讽刺的是，公爵也并不宠爱阿德里安，几乎没人见过他们父子之间有过任何交谈。另一名女仆凑过来感叹道：“没错，既然要这样对待他，当初为什么要带一个私生子回来呢？”我也这么觉得。妮娜听着大家的议论，忍不住大声说道：“即便如此，让他挨饿也太过分了。他毕竟还只是个孩子啊。”他看着桌上剩下的食物，试探着问道：“我能不能偷偷给他带点吃的过去？”女仆们顿时吓得脸色苍白，纷纷劝阻道：“天哪，孩子，你难道忘了第一天被公爵夫人训斥的样子了吗？要是被他抓到，你就死定了。他本来就讨厌阿德里安，如果你被发现私下帮他，后果简直不敢想象。”妮娜缩了缩脖子，小声嘟囔道：“但是……”前辈摆了摆手说道：“行了，忘掉这个念头吧。”女仆长沉默了片刻：“你说的对，我们确实不能眼睁睁看着那孩子饿死，把东西悄悄放下就立刻回来，绝对不能被任何人抓到。”妮娜用力点头回应道：“是，我明白了。”阿德里安的别馆坐落在庄园偏僻的一角，四周草木繁茂，在月色下显得有些阴森。妮娜端着托盘，小心翼翼地走在昏暗的长廊上。是这里没错吧？也许是因为长期没有人打理，感觉阴沉沉的。话说回来，他到底长什么样呢？妮娜回想起小说中对阿德里安的描写，那个角色在文字中总是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气息。在原著小说中，卢万公爵被塑造成一个完美的绅士，他的优雅甚至让那些关于他的恶名显得格格不入。他总是带着得体的微笑，言谈举止温和而无懈可击，声音里透着一种沉稳的贵族气质。然而，女主却能在那完美的笑容和体贴背后感受到一种彻骨的寒意，这正是女主无法喜欢上卢万公爵的原因。如果用性格标签来定义，他大概属于那种阴郁而危险的类型。不过考虑到他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倒也不足为奇。妮娜端着餐盘走在昏暗的走廊里，心里感叹道：“那位公爵夫人真是……哎。”她停在一扇厚重的木门前，啊，应该就是这间房了。妮娜抬起手，轻轻扣响了房门，门内传来一个低沉而冷淡的声音：“进来。”妮娜推开门，侧身钻进房间，打扰了。她努力挤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您好，小少爷，我给您送午餐来了。”房间内一片死寂，阿德里安坐在宽大的书桌后，正全神贯注地翻阅着手中的厚重书籍，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妮娜僵在原地，脸上的笑容逐渐变得尴尬。“我这是被彻底无视了吗？”她清了清嗓子：“那个小少爷，今天的午餐是炖牛肉，闻起来非常香，我特意为您多盛了一些，您一定会惊讶于它的美味的。”小少爷，妮娜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汗珠顺着鬓角滑落，气氛真是冷到了极点。她有些局促地搓了搓手，说道：“那么我就把餐点放在这里了，请务必趁热吃掉它。”阿德里安少爷。阿德里安终于从书中抬起头：“小少爷。”回到厨房后，妮娜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揉面中。女仆长在一旁看着，有些惊讶地感叹道：“哎呀，这孩子可真有活力，大概是因为年轻吧。我本以为预知未来能让一切变得顺利，但现在看来似乎并非如此。不过话说回来，阿德里安在原著里只是个可怜的男二号，除了受苦之外，作者并没有对他悲惨的童年进行过多的细节描述。如果总结一下阿德里安在书中的前半生，那简直就是一场漫长的噩梦。阿德里安的童年充满了虐待与伤痕，他在公爵夫人的阴谋下被推向战场，成为了黑曜石骑士团的团长，被迫与凶残的魔兽贝尔克搏斗。虽然他在无数次暗杀与投毒中幸存，但身体早已千疮百孔，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随后，整个骑士团在反派的诡计中全军覆没，最终他亲手杀死了所有的家人，登上了公爵之位。在那之后，他彻底放逐了自己，在荒凉的领地上，除了狩猎魔兽外，无所事事。妮娜一边揉着面团，一边感叹：“这简直就是抑郁症的代名词。”直到女主角出现后，领地的状况才开始好转，甚至因为女主角发现的当地特产，卢万家族一跃成为了极其富有的名门。妮娜本以为那会是阿德里安苦难的终结，也是他幸福的开始。可谁能想到，因为早年积压在体内的毒素发作，他在最终决战结束后就这样孤独的死去了。妮娜越想越气，双手用力揉搓着面团。即便他只是个男二号，真的有必要把所有的不幸都堆在他身上吗？被女主角拒绝也就算了，毕竟人生总有遗憾，但为什么要让他死掉啊？既然我已经来到了这座城堡，就绝不能对阿德里安做事不管。我没打算让自己也卷入那段令人压抑的故事里，但既然我现在所经历的生活就是真实发生的故事，我就不能眼睁睁看着原著里的悲剧重演。面粉在空气中飞扬，他在心里盘算着，首先应该试着和他成为朋友，但是到底该怎么接近他呢？正当妮娜陷入沉思时，一只手轻轻搭在了她的肩膀上。女仆长无奈地叫道：“那个，等一下。”妮娜猛地回过神来，大声应道：“是，我想你不需要再揉更多的面了。”妮娜低头一看，只见桌上整整齐齐码放着几十个圆滚滚的面团，她倒吸一口凉气，发出一声惊呼：“啊！”妮娜看着那堆成小山的面团，尴尬地缩起脖子说道：“对不起，我不该做这么多的。”女仆长看着她那副局促不安的样子，忍不住笑出声来：“没关系，剩下的我们自己吃掉就好了。不过如果还有多余的话，也许我们应该把它送给某个饥肠辘辘的孩子。”妮娜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就是这个！为了能让小少爷露出哪怕一点点笑容，我要用美食征服他。”
阿德里安独自坐在房间的沙发上，他低头拉开衣袖，手臂上缠绕着绷带。门外传来轻微的响动。阿德里安走到门口，发现地上放着一个装满面包的篮子，篮子里还塞着一张纸条。我把东西放在这里了，这样就不会打扰你读书。如果你想吃热的，就告诉我。妮娜。阿德里安看着纸条，陷入沉默。没有人会讨厌烤得正好的面包。妮娜在心里默默想着，希望我们能一点点变得亲近起来。在那之后，妮娜开始尝试用剩下的食材为阿德里安做饭。1个月后，妮娜端着托盘快步走向房间。少爷，已经是4月了，今天做了芦笋奶油意面，甜点还有草莓。花园里的花开得很漂亮，您要不要去散散步？阿德里安坐在沙发上翻看书籍，只是沉默地盯着书页。妮娜独自走在庭院的小径上，她轻声安慰自己：“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不是那种会轻易放弃的人。”3个月后，剩下10节，妮娜准备了清爽的法棍三明治和卡布里沙拉。她将餐盘端到阿德里安面前，说道：“少爷，请慢用。”妮娜退出房间，轻轻关上房门。路还很长啊。随即，她握紧双拳，眼中燃起斗志：“我不在乎，一定要坚持到底。”日子一天天过去，妮娜总是准时出现在阿德里安身边。她端着餐盘走进房间，说道：“少爷，这是今天的午餐。您很忙吧？我带了一些点心过来，我为您泡了杯茶，读书的时候喝吧。这种茶对消化很有帮助。”6个月后，秋意渐浓，庭院里的树木染上了金红色彩。妮娜端着餐盘站在紧闭的房门前，现在她甚至连门都不愿意开了。妮娜在心里叹了口气，本以为她会慢慢好转的。已经半年了，我们不仅没有变得亲近，反而感觉比以前更加疏远了。少爷您好。妮娜快步走上前，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说道：“今天的菜品是南瓜烩饭，南瓜熟得刚刚好，味道非常香，这是刚出锅的，现在吃味道最好。”阿德里安没有说话，他猛地关上了房门，将妮娜隔绝在走廊里。妮娜愣在原地，最后还是失败了吗？没关系，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会把饭菜放在这里，请您一定要记得吃，少爷。他转身离开，脚步声渐渐远去。阿德里安独自站在昏暗的房间里，一言不发。厨房里，晚餐的准备工作已经结束。女仆长招呼大家坐下休息。来吧，大家都坐下喝杯茶。一名女仆喝了一口茶，赞叹道：“哇，这茶的味道真不错。”另一名女仆笑着回应：“那是因为我泡得好呀。”妮娜独自趴在桌子上，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女仆长走过来：“为什么为了这么点小事，就摆出一副世界末日的样子？”妮娜支支吾吾地回答：“那个，其实是……”她捧起茶杯，眼神有些落寞。“我有一个很想亲近的人，但是对方好像对我完全没有兴趣，这真的让我很受打击。”女仆长搂住妮娜的肩膀，安慰道：“怎么会有人不喜欢我们妮娜呢？你既善良又可爱。就是说啊，明明我已经很努力去接近了，可对方表现的就像是非常讨厌我一样。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另一位戴眼镜的女仆放下茶杯，若有所思地说道：“妮娜，每个人敞开心扉所需要的时间都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人的情感围墙筑得非常高，那么他可能根本听不到墙外传来的声音。”妮娜抬头问道：“那我该怎么办呢？”女仆长耐心地劝道：“再试着多等一段时间吧，就像练习剑术一样，只要你付出全部真心，总有一天对方会明白你的诚意。”女仆在围裙兜里摸索着说道：“还有，偶尔送一份昂贵的礼物也会有帮助。”她从兜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红色小布袋，在妮娜面前晃了晃，夕阳染红了天际。妮娜捧着那个小布袋，快步跑过庭院。黄油饼干，黄油总是不会出错的。妮娜想起刚才姐姐们围着她叮嘱的样子，她们说这东西非常珍贵，让她一定要心存感激。现在看来确实很有道理。妮娜加快了脚步，少爷肯定很久没吃过这种好东西了，我得赶紧给他送过去。姐姐们说的对，我之前确实太心急了，反正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索取什么回报，只要我能默默地帮助他，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能成为朋友。夜幕降临，别馆的灯火已经全部熄灭。妮娜站在漆黑的建筑前，停下脚步。奇怪，别馆的灯怎么全都关了？让我想想，今天应该是剑术训练的日子吧。妮娜端着餐盘，快步跑向训练场。看来课程还没结束，训练场就在前面。她躲在墙角后，悄悄探出头观察。如果只是在这里看一会儿的话，远处的草坪上，两个身影在月色下对峙。妮娜看清前方的景象，猛地停住了脚步。“你这无礼的小畜生，再说一遍试试！”一名身材魁梧的成年男性怒吼着，狠狠一记耳光甩在阿德里安脸上。阿德里安被打得侧过头去。男人满脸通红，浑身散发着酒气。“你对我的训练方法有意见？喝了点酒你就觉得我好对付吗？”他再次冲上前，对着倒地的阿德里安拳打脚踢。“你这个没用的小东西，身边连个保护你的人都没有，难怪你的父母会抛弃你，不是吗？”阿德里安蜷缩在地上，用手臂护住头部。“真无聊，要不要干脆除掉他？我甚至不需要动一根手指就能让他消失。”他的指尖微微颤动，一股暗红色的气息在掌心若隐若现。“不，那样也改变不了什么，反正之后还会换成另一个垃圾教官，我依然会度过同样悲惨的一天。我的生活似乎永远被困在同样的黑暗中。啊，对了，最近的生活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杂质，无论我如何拒绝它，总是会再次出现。那个总是对他温柔说话的奇怪孩子，即便知道那只是暂时的怜悯，阿德里安还是故意表现得更加冷漠。只是每当看到那个孩子露出灿烂的笑容，我的心就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不明白为什么此刻脑海中会突然浮现出那个女孩，不过到了现在，他应该也已经对我这种人感到厌烦了吧。”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划破寂静。
妮娜猛地冲了出来，她高举着手中的托盘，怒吼道：“你在干什么？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哪来的疯子？”妮娜没有停手，她顺势抓起托盘里的面粉和食物撒向教官。教官被迷住了眼睛，痛苦的大喊：“我的眼睛，好痛！满身酒臭味，竟然对这么小的孩子动手！你这个混蛋！”教官气急败坏的吼道：“你疯了吗？想死是不是？”妮娜毫不退缩：“滚开！现在立刻给我滚！这个疯丫头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妮娜大声宣告道：“我是妮娜，不许你碰我们家少爷！”阿德里安跌坐在草地上，他仰起头，呆呆的望着妮娜的背影。“少爷，这里交给我，您快跑，我会帮您的！”教官怒吼道。“难道我看起来像个好欺负的目标吗？”他猛地挥动手臂，将妮娜重重地推倒在地上。阿德里安立刻冲上前，伸手扶住妮娜的肩膀，问道：“妮娜，你没事吧？”教官捂着受伤的部位，咒骂道：“该死！”阿德里安紧紧护住怀里的妮娜，再次确认道：“你没有受伤吧？”教官捡起地上的长剑，语气阴狠地说道：“你这卑贱的家伙，竟然敢做出这种超越身份的事！好吧，我会给你一个教训。”阿德里安低下了头，沉默不语。随后他低声吟唱道：“黑暗啊，回应我的呼唤，吞噬我的敌人！”妮娜惊恐地睁大眼睛，看着阿德里安的手中涌现出无数锁链，锁链瞬间缠绕住那个男人。男人发出凄厉的惨叫：“啊，这是什么？救命！谁来救我！”那个男人在锁链的绞杀中绝望地嘶吼：“我只是按照公爵夫人的吩咐做的。”锁链猛然收紧，男人的惨叫声戛然而止，只剩下一柄长剑孤零零地掉落在血泊之中。妮娜瘫坐在草地上，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那是暗影与黑暗的精灵。虽然早就知道阿德里安是一名契约者，但从未想过会亲眼目睹这一幕。他竟然在这么小的年纪就与精灵签订了契约。想要与精灵契约，必须发自内心的相信他们的存在与力量。这意味着每一位精灵契约者都曾经历过必须拼命去相信某种无形存在的时刻。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让你变成这样？阿德里安，阿德里安紧紧抓着妮娜的肩膀，问道：“妮娜，你还好吗？有没有受伤？”妮娜愣愣地看着他，随后猛地捧住脸，尖叫道：“我一点都不好。”阿德里安有些不知所措。妮娜在原地急得团团转。“啊，我该怎么办？我就知道会有不好的预感。”他心疼地捧起怀里那袋被压扁的饼干。“对不起，少爷，我本来想把这些饼干送给您的，现在全都毁了。但是少爷，您没事吧？您受伤了？”阿德里安沉默地看着他，没有说话。他突然上前一步，用力将妮娜搂进怀里，把头深深地埋在她的肩头。“不用担心我。”妮娜有些不安地问道。“但是如果剑术老师失踪引起骚乱怎么办？”阿德里安平静地回应道：“没事的，他总是喝得烂醉，大家只会以为他又在什么地方醉倒了。”妮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也是呢。”她从围裙里拿出一块碎掉的饼干，递到阿德里安手里，说道：“吃点甜甜的黄油饼干，心情会变好一些的。”妮娜自己也拿起一块塞进嘴里，幸福地眯起眼睛：“真好吃，我要把每一块碎屑都吃光。”阿德里安默默看着他，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道：“刚才你差点因为我受了重伤，从现在开始不要再那样冲出来了。”妮娜正嚼着饼干，疑惑地问道：“为什么不呢？少爷刚才也没有逃跑，而是救了我啊！”阿德里安微微一怔，有些局促地支吾着：“那是……”妮娜露出灿烂的笑容：“少爷当时的想法一定和我一样吧？你也没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不管，对不对？”阿德里安低头看着掌心里的饼干碎块，沉默了许久，他轻声说道：“但是……”妮娜突然发出一声惊呼：“啊！”他猛地站起身，指着夜空，兴奋地喊道：“你刚才看到了吗？是流星！”阿德里安抬起头，茫然地重复道：“流星！”他看着空荡荡的天际，摇了摇头说道：“不，我没看到。”妮娜遗憾地跺了跺脚：“真可惜，你竟然错过了。下次你再看到流星的时候，一定要许3次愿望才行。”妮娜双手合十放在胸前，闭上眼睛祈祷着：“请让新年的派对上出现蛋糕吧，蛋糕，蛋糕，蛋糕！”阿德里安呆呆地看着他，脸上泛起一丝红晕。他看着妮娜虔诚许愿的样子，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妮娜看着笑出声的阿德里安，不满地抗议道：“您笑什么呀？蛋糕真的很重要。”阿德里安点着头回应道：“好，我知道了。”妮娜有些发愁地叹了口气，说起来，您今晚都没能好好吃晚饭，该怎么办呢？明天我会从厨房带些好吃的过来补偿您的。阿德里安轻声说道：“谢谢。那我们现在回去吧，如果被人看到就麻烦了。”妮娜用力点头应道：“好的。”她向阿德里安深深鞠了一躬，说道：“那我先走一步了，晚安，小少。”妮娜的话语戛然而止，脑海中浮现出曾经听过的话语：“只要你付出真心，总有一天他们会理解的。可是朋友之间是不会称呼对方为小主人的，我绝不会让阿德里安感到孤独。所以现在……”妮娜大声喊道：“阿德里安！”阿德里安停下脚步，回过头看向他。妮娜伸出手，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邀请道：“我们明天去野餐吧。”他伸出的手微微颤抖，他会不会觉得一个厨房女仆太傲慢了？但是阿德里安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温柔地笑了。他伸出手，紧紧握住了妮娜的手，回应道：“好啊，听起来很不错。”阿德里安看着他，轻声说道：“明天见，妮娜。”妮娜愣住了，随后露出无比开心的神情，大声应道：“好的。”第二天，我们如约在花园一角举行了野餐。那是个人迹罕至的安静角落，虽然只有干巴巴的面包和缺了口的茶壶，这场野餐显得有些简陋。妮娜悄悄侧过头，注视着身边的少年。阿德里
安静静地坐着，一只黄色的蝴蝶轻盈地落在他的指尖。他微微垂下眼帘，嘴角带着一抹淡淡的笑意。就这样，我们成为了朋友。4年转瞬即逝，漫天雪花在寒风中飞舞，枯木枝头挂满了晶莹的霜雪。一只手猛地推开窗户，少爷，少爷！他端着一盘精致的草莓蛋糕。今年的新年派对上果然又有蛋糕。阿德里安正站在窗边拉着小提琴，琴声悠扬婉转。他停下手中的动作，转过头问道：“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妮娜。黄油和糖的味道真的是最棒的。今年新年派对上又吃蛋糕，我每年许下的所有愿望，希望能顺利分发，真的得到了回报。哦，这让我想起来，最近关于七灾骑士的讨论很多。他们说可能会解散七灾骑士团，重新成立一个新的。贝拉克和索恩的死亡率高达50%，考虑到投入的资金，竞选似乎很难。如果是经济问题，公爵夫人可以稍微减少一点，那样少爷也不用只靠我拿什么了。我现在就很好，我一直很感激妮娜。”妮娜露出灿烂的笑容，转过身看向阿德里安说道：“没关系的，毕竟我们是朋友啊。”阿德里安擦去他嘴角的奶油，他舔了舔指尖的奶油，微笑着说道：“我也吃了奶油。”妮娜愣在原地，脸上泛起红晕，她猛地站起身，慌乱地说道：“那么，因为新年派对还有很多事要忙，我就先回去了。”阿德里安坐在沙发上，看着他匆忙的样子，问道：“已经要走了吗？我希望你能再多休息一会儿。愿伟大的精灵祝福满意于你，妮娜。”妮娜回过头，露出灿烂的笑容，回应道：“您也是少爷，祝您这一年也充满伟大精灵的祝福。”妮娜快步跑在走廊上，寒气让她缩起肩膀，好冷，下次至少该带条旧毯子过来。我想。话音未落，妮娜撞上了一个人。妮娜急忙低头道歉：“对不起。”公爵夫人站在她面前，发出了轻微的惊叹声：“原来我家里进了一只老鼠！天哪，真是肮脏！”她盯着妮娜，继续说道：“如果把她的毛全部剃光，再泼上水，她会变干净吗？”2名女仆走上前，一左一右抓住了妮娜的肩膀。妮娜惊恐地瞪大眼睛，手中的托盘掉落在地，带走。在寒冷的室外，一个木桶倒在雪地上，妮娜只穿着单薄的背心和短裤，跪在冰冷的积雪中，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哎呀，真是可怜！几名女仆聚在一起，看着妮娜窃窃私语：“谁让你总是在别馆附近晃悠，真是活该！”妮娜倒在冰冷的地面上，意识逐渐模糊。女仆惊呼道：“妮娜！”她抱起虚弱的妮娜，冲进室内：“快把宿舍里所有的毯子都拿过来！天哪，发生什么事了？快揉搓她的手脚！她到底在那里躺了多久？她差点就被冻死了。”阿德里安站在门边，看着忙碌的女仆和昏迷的妮娜，眼神中充满了担忧。妮娜在生死边缘徘徊了4天，终于睁开了眼睛。幸运的是，公爵夫人似乎对我失去了兴趣，她大概以为我已经死了。如果没有北风和寒霜的帮助，我肯定已经没命了。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在于阿德里安又在躲着我了，整整1个星期都是这样。妮娜趴在宽大的床上，闷闷不乐地哼了一声：“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放弃吗？我会让你根本没法躲着我。”房门被轻轻推开，妮娜立刻警觉起来，他在那里。妮娜猛地一颤，缩在被子里，不敢出声。阿德里安走进房间：“妮娜，我知道你在那里，我不想再和你说话了，请离开吧。”房间里陷入了一阵沉默。阿德里安等了一会儿，没有听到回应，他疑惑地转过身，走向床边。妮娜！就在他靠近的一瞬间，妮娜猛地掀开被子，一把抓住了阿德里安的手。妮娜用力一拽，两人失去平衡，一起跌倒在床上。妮娜顺势跨坐在阿德里安身上，紧紧按住他的肩膀。看吧，他又在无视我了。我知道了，阿德里安之所以躲着自己，是因为害怕失去。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他最终会以最糟糕的方式失去我。阿德里安紧紧闭上双眼。但是如果你留在我身边，你会受伤的。以前是这样，这次也是。妮娜毫不退缩地问道：“那又怎样？我只想待在你身边。”阿德里安睁开眼，看着近在咫尺的妮娜。妮娜继续说道：“我会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可以像现在这样，只在晚上见面，这样总可以了吧？”阿德里安沉默了许久，终于轻声回应道：“好吧。”妮娜欢呼一声，猛地扑进阿德里安怀里，紧紧抱住了他。从那天起，他们只能在监视松懈的深夜偷偷见面。阿德里安偶尔会露出不安的神色，但每当视线交汇，他总会像往常一样温柔的微笑。仅仅是这样，就足以让妮娜感到幸福。她并不知道阿德里安内心真正的想法。2年后，在阿德里安15岁生日那天，公爵任命阿德里安为黑骑士团的团长。妮娜猛地拍向桌面，愤怒地喊道：“这太荒谬了！你们知道那个地方有多危险吗？这根本就是让他去送死。该来的还是来了。虽然知道原著剧情会这样发展，但这也太早了。”泪水在妮娜的眼眶里打转，顺着脸颊滑落。阿德里安停下手里的动作。妮娜擦了擦眼泪，回应道：“在。”阿德里安打开桌上的首饰盒，里面整齐地摆放着金币和一条精致的项链。关于那个，这就是我拥有的全部了。虽然不多，但应该足够支付你在卢瓦的赎身费。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所以离开公爵府吧，妮娜。”妮娜呆立在原地，她终于明白，阿德里安早就在为2人的分别做准备了。我唯一担心的只有你，妮娜。妮娜伸手拨弄着托盘里的硬币。阿德里安果然还是不太了解我。妮娜握紧手中的胸针，眼神变得坚定。你是想让我一个人逃跑吗？绝不可能。在阿德里安离开后，我也开始准备离开公爵府。我变卖了胸针，加上攒下的薪水，还有厨房姐妹们凑给我的钱，终于凑够了旅费。妮娜与女仆们紧紧拥抱告别，其中一位女仆叮嘱道：“要保重身体啊，妮娜。”妮娜回应道：“你们也是姐姐们，
幸运的是，加入黑骑士团并不困难。妮娜站在招募处前，伸出手臂展示自己的印记。负责登记的官员正低头翻阅名册，察觉到异样后，疑惑地抬起头。官员猛地瞪大双眼，冷汗顺着脸颊流下。他结结巴巴地喊道：“通过了。”就这样，在熬过了6个月的士兵训练后，妮娜终于被分配到了骑士小队。马车在林间小路上颠簸前行，妮娜坐在车厢里望向窗外。这就是紫罗兰森林吗？什么？虽然叫紫罗兰森林，但这些树在我看来很正常啊。当然正常了，这里还只是外围。越靠近结界，紫色就会变得越深，那是因为精灵王堕落的气息正不断渗出。精灵王，现在竟然还有傻瓜相信那种传说故事吗？算了吧，他还是个孩子。妮娜默默听着他们的对话，但这确实是真的，和我读过的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很久以前，当神将世界托付给大精灵们，并渡过玻璃海离去时，其中一位精灵王背叛了大精灵们。那场叛乱最终被其他精灵王镇压，堕落的精灵王身体碎裂，残骸坠落到了地面。从那时起，被称为贝拉克的堕落生命体开始在大地上出现。为了防止这些怪物进入村庄伤害人类，黑骑士团便一直驻守在这里。车厢外传来喊声：“我们到了！”所有人下车。新兵们在空地上整齐列队，远处的资深骑士们正交头接耳地打量着这群生面孔。又来了一批菜鸟，你觉得这次能撑下来几个？另一人饶有兴致地提议道：“要跟我打个赌吗？”集合的哨声响起，妮娜站在队列中望向前方。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少爷这么久，不知道他见到我会多高兴。一个身影从远处走来，阿德里安披着深色披风，按着腰间的长剑穿过人群。那是团长，他看起来只是个小鬼啊，看起来跟那个菜鸟差不多大吧？妮娜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猛地跳起来，挥动手臂大喊道：“少爷，是我，妮娜！妮娜在这里！”阿德里安停下动作，转头看向那个在人群中雀跃的身影，看到了吗？谁都能看出来他现在有多高兴吧？阿德里安愣在原地，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女孩。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妮娜有些心虚地抓着后脑勺，嘿嘿地傻笑起来。当然是因为我申请成为了新兵啊！阿德里安气得语塞。我问的就是你为什么要申请？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妮娜，这里不是你凭着一时兴起就能来的地方，你甚至连怎么用剑都不知道，和贝拉克战斗是会丢掉性命的。少爷，妮娜轻声打断了他的话，神情变得前所未有的认真。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瞒着你，少爷，其实我也和你一样是一名精灵。是。阿德里安看着眼前的光芒，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妮娜低头避开他的视线，在遇到少爷之前就是了。我的姐姐和哥哥都被贝拉克杀害了，我不希望再想起那些痛苦心碎的回忆，所以一直隐瞒到现在。他伸出手让轻盈的精灵落在指尖，但是现在我想接受这一切了，因为有了想要守护的人。妮娜抬起头，脸上重新洋溢起灿烂的笑容。人生总是苦乐参半，能否在艰辛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全看我自己的选择，不是吗？他看着阿德里安，继续说道：“所以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我自己的幸福。少爷，你不需要感到愧疚。虽然我的剑术训练确实还需要再努力一下，不过教官说我很有天赋呢。”阿德里安沉默地看着他，一言不发。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会一直留在我的身边？妮娜坚定地回应道：“是的，我会的。”阿德里安注视着他，你可能会后悔说出这句话。妮娜猛地瞪大眼睛喊道：“什么？绝不！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阿德里安看着他气鼓鼓的样子，忍不住轻笑出声：“哈哈，说实话，我永远都赢不了你。”阿德里安张开双臂，欢迎回来，妮娜，我很想你。在那之后，阿德里安和我开始致力于将黑骑士团变成一个真正适合居住的地方。阿德里安大刀阔斧地改革了制度和训练方法。至于我先从大扫除开始做起。妮娜拎起满是灰尘和虫子的床单，用力抖动着。这种肮脏的被褥和糟糕的伙食，换作是我明天就想一走了之。我们竭尽全力，让那些原本生活在绝望中的人开始期待明天。妮娜抱着巨大的汤桶跑过营地，谁还没吃午饭？那些曾经看起来永远不会改变的人，开始主动询问明天的菜单，并学会了温暖的向彼此打招呼。随着2年的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愿留在骑士团。夕阳下，大家围坐在木桶边喝酒聊天，气氛轻松而融洽。说起来，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他看向坐在一起的妮娜和阿德里安，你们2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应该是那种关系吧？阿德里安与妮娜对视了一眼，妮娜猛地跳起来，一把拦住阿德里安的肩膀，大声反驳道：“你在胡说什么啊？这是友情，是纯洁的友情。拜托，这谎话也太拙劣了。如果他们2个只是朋友，那我这辈子大概都不会有朋友了。”哈，吉恩，你没朋友，为什么要怪到我们头上？吉恩气得跳脚，你说什么？你给我过来！哎呀，看来是有熊在追他们呢。这里真是一天都安静不下来。比起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们更像是获得了一家人。然而就在不久前，一封信打破了这份平静。卢万家送来了一封信，信上说杰拉德少爷已经去世了。妮娜僵在原地，冷汗顺着脸颊滑落。就是现在，没有其他机会了。阿德里安被投毒的事件马上就要发生了，我必须阻止这一切。我陪同阿德里安参加了葬礼。不出所料，公爵夫人将阿德里安叫到了一旁。我曾无数次幻想过那样的场面，我会华丽地推开那杯毒茶，大声宣告这是毒药。然而现实却是，我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喝了下去。事实上，如果不喝下去，当时根本无法脱身。在那之后，茶杯破碎的声音在耳边炸裂，
我的记忆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只觉得浑身冰冷，困意排山倒海般袭来。是谁？一直有人在呼唤我。阿德里安在大雨中嘶吼着。妮娜，他紧紧抱着怀中失去意识的少女，在泥泞的林间疯狂奔跑。妮娜，你还活着对吧？求求你不要离开我。他的呼吸实在太微弱了，再这样下去，妮娜会死。阿德里安停下脚步，身体止不住的颤抖。黑暗，没错，如果直接坠入黑暗的话，虽然从未尝试过，但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哦，黑暗啊，在那既无道路也无光明的深处，请带我去一个安稳的地方。无数黑鸟从虚空中振翅而起，盘旋着将他与怀中的妮娜包裹其中。随着黑雨散落，两人的身影瞬间消失在森林的泥泞中。当阿德里安再次踏实的踩在地面时，他已经出现在了黑骑士的驻地。经看清来人后，大声问道：“团长，您竟然一路跑到了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阿德里安浑身湿透，大口喘着粗气，声音颤抖着问道：“西里尔，西里尔在哪里？”妮娜。西里尔快步走进床边，看着眼前混乱的一幕，皱起眉头问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阿德里安站在床边，看着昏迷不醒的妮娜说道：“妮娜替我喝下了毒药，她吐了很多血，看起来已经没有呼吸了。即便我已经用最快的速度赶过来，她的体温还是降得很低。如果我再晚一点的话……”一只手轻轻搭在了阿德里安的肩上。一名黑骑士团成员安慰道：“团长，请先冷静下来，他会没事的。”金在一旁大笑着附和道：“没错，你又不是不知道妮娜有多固执。”西里尔正俯身检查着妮娜的情况。随后西里尔直起身子，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神色，说道：“真是令人印象深刻，他竟然通过降低自己的体温来减缓毒素在体内的扩散速度。这种程度的话，看来他还能撑得住。”他转头对旁边的守卫吩咐道：“你去我的温室取些草药来。”妮娜静静地躺在床上，意识却坠入了无尽的深渊。好安静，如果能就这样一直平静地休息下去。突然，一股剧烈的冲击撕碎了宁静，妮娜在病榻上剧烈地挣扎起来，发出痛苦的惨叫。阿德里安急忙上前按住她的肩膀，西里尔神色严峻地喊道：“抓紧她的手脚。”随着他的身体机能开始恢复正常，他现在会感觉到全身像被刀割一样疼，他必须挺过去。妮娜痛苦地呻吟着，意识在混沌中挣扎。阿德里安低下头，看着妮娜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容，他伸出手，死死扣住妮娜不断挥动的手腕。妮娜。清晨的阳光透过高大的拱形窗洒进房间，窗外传来阵阵清脆的鸟鸣。妮娜揉着惺忪的睡眼，迷迷糊糊地嘟囔着：“感觉这一觉睡得格外沉稳，我睡得像个婴儿一样香。”妮娜正感叹着，突然发出一声惊叫：“啊！我的身体感觉像是被人狠狠揍了一顿，到处都青一块紫一块的。”西里尔推门而入：“真是的，你刚醒过来就闹出这么大动静。”妮娜看着走进房间的西里尔，问道：“西里尔，我们在哪里？”西里尔手中拿着药瓶回应道：“紫罗兰森林附近的一个村庄，为了专心治疗你，我暂时搬到了这里。”妮娜有些惊讶地确认道：“也就是说，少爷把我从公爵领的要塞一路带到了这里？”西里尔点了点头：“是的，那是整整1周前的事了。”西里尔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他从未想过竟然会在阿德里安的脸上看到那种表情。西里尔伸手在妮娜头上敲了一下，说道：“让人这么担心，你这小捣蛋鬼也该快点长大了。”妮娜捂着头抗议道：“哎呦，我都说了是有原因的，不能虐待病人。”西里尔神色变得严肃起来：“不管怎么说，因为毒药的关系，你的口腔、喉咙和胃部都出现了溃疡，其他器官也无法正常运作。我会尽全力的，但你至少需要半年的康复期才能完全恢复。”他将药瓶递给妮娜：“把药喝了。”妮娜接过药瓶，低着头，小声嘀咕道：“半年也太久了。”西里尔没听清什么。妮娜举起手比了个胜利的姿势，自信满满的说道：“2个月就足够了。”2个月后，在宏伟的城堡大厅前，妮娜双手叉腰，精神抖擞的大声宣告：“妮娜回来了！”金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她：“什么？才过了2个月？你确定你真的完全康复了吗？”妮娜拍着胸脯回应道：“我好的不得了，连西里尔都承认了。”想起西里尔当时的表情，真受不了，我简直分不清自己是在给人类治病，还是在给一头熊疗伤。金听完哈哈大笑，这听起来确实像他会说的话。既然如此，那就没问题了。今晚我们要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庆祝你的归来。你只是想找个借口喝酒吧？则被你发现了。他转过头，视线落在了不远处的露台上。阿德里安正背对着这边，正神情专注地听着下属汇报工作。深夜月亮高悬在城堡上方，派对已经结束。妮娜摇摇晃晃地回到房间，一头栽倒在床上。感觉糟透了。看来喝酒对我来说还是太勉强了吗？阿德里安借口说有工作要忙，结果今晚根本没有露面。妮娜有些失落地闭上眼，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突然，房门处传来一声轻响，妮娜猛地惊醒，警觉地坐起身来。谁？借着昏暗的月光，她看到一个身影正静静地站在门口。妮娜看清了来人的轮廓，试探着问道：“少爷？”阿德里安半个身子隐藏在阴影中，沉默了许久才开口说道：“为什么要那样做？你明明知道那杯茶里有毒。”妮娜坐在床边，面对阿德里安的质问，一时间竟无言以对。“您生气了吗？”阿德里安沉默着没有立刻回答。他迈开步子走进房间。“生气？我吗？我为什么要生气？”他迈步走向坐在床边的妮娜。“一名忠诚的下属替我喝下了毒药，如果非要说点什么，难道不该是值得称赞的事吗？能得到这样的下属，对我来说是件值得庆祝的事。”妮娜闭上眼，轻声说道：“我知道了，你真的很生气，先冷静下来吧。”
阿德里安猛地俯身抓住妮娜的肩膀，他低声哀求道：“求你不要那样说话，不要说的好像这件事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不要说的好像这一切对你来说都无所谓。别那样说，这一次也是一样，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妮娜受苦。我害怕自己会让她变成这样，更害怕她会离开自己身边。”阿德里安跪在床边，紧紧抱住妮娜。他其实早就知道，如果妮娜留在骑士团，留在自己身边，他就会不断受到伤害。当初他来到骑士团的时候，就不该接受她。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他利用了妮娜的同情心，才将她留在身边。阿德里安紧紧闭上双眼，痛苦地将妮娜拥入怀中。妮娜靠在他的肩头，轻声唤道：“阿德里安，就像你说的，我确实知道那杯茶里有毒，那股金属般的腥味太重了，我不可能察觉不到。”阿德里安难以置信地问道：“既然知道，那为什么还要喝下去？”妮娜平静地回应道：“这不是很明显吗？因为原本要喝下它的人是你。其实你从一开始也就察觉到了吧？所以当我想要先试毒的时候，你才会故意拦住我。”妮娜直视着阿德里安的眼睛，语气坚定：“从现在起，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如果你要喝下毒药，我会替你喝掉；如果你准备好迎接刀刃，我也会替你挡下。”阿德里安低声呢喃着他的名字：“妮娜，如果我当初做了那个选择，结果会不会变得不一样？”妮娜看着阿德里安说道：“你其实早就计算好了吧？我知道的。你认为要摆脱那种局面，喝下它是唯一的选择。毕竟你对毒药有一定的抗性，而且就算你倒下了，也能借此放松公爵夫人的监视。所以，我并不是为了救什么可怜的小少爷才这么做的。”阿德里安的身体微微一僵，妮娜看着他那副表情，忍不住笑出声来：“你那是什么眼神？我虽然喜欢阿德里安，但我又不是傻瓜，我很清楚我们的少爷可不是什么纯洁无辜的小羊羔。”阿德里安沉默地看着他，一言不发。妮娜拍了拍身边的位置，说道：“好了，坐下吧，我也有话想对你说。无论计划的多么周详，都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万一你以后年纪轻轻就死掉了怎么办？如果你这一生只为了别人做好事，最后却就这样死去，我会非常难过的。”阿德里安沉默地看着他，眼神中透出一丝哀伤。“那你呢？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我该怎么办？”妮娜露出灿烂的笑容，举起手保证道：“那我们约好了，我也会非常小心的。真的，在这片到处都是魔兽的森林里，这已经是黑骑士团成员能给出的最好承诺了。无论如何，你都要保护好他。”阿德里安缓缓抬起手，将自己的手掌贴在妮娜的掌心。在这个世界上，当人们许下诺言时，会像这样合掌为誓。阿德里安低声叮嘱道：“你一定要遵守约定。”妮娜用力点头回应道：“嗯。”阳光穿透繁茂的树冠，洒在森林的小径上。妮娜扛着长剑走在林间，脸色苍白，双眼下方带着浓重的黑眼圈，整个人显得精疲力竭。金担忧地看着她问道：“妮娜，你的脸色看起来很糟糕，今天要不要干脆乔调巡逻？”妮娜强撑着精神回答道：“不只是昨晚没怎么睡好，自从昨天阿德里安回去之后。”妮娜躺在床上长舒了一口气，就这样第3个事件总算平安过去了。然而紧接着要发生的是黑骑士团的覆灭。妮娜在床上烦躁地翻滚着，真是够了，好不容易才让这里看起来像个正经的骑士团，结果现在居然要面临全军覆没。无论他再怎么只是个男2号，这种安排也实在太残酷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妮娜揉着额头叹了口气：“我昨晚一直担心这件事，结果睡着之后只做了些奇怪的梦，梦里有一只巨大的怪兽在破坏骑士团，甚至还有一只恐龙把我给吃掉了，真是荒唐。金，如果黑骑士团真的覆灭了，你觉得原因会是什么？”金猛地停下脚步，一脸惊恐地喊道：“什么？你怎么突然说这种不吉利的话？你是做噩梦了吗？”妮娜有些心虚地移开视线：“算是吧，只是突然觉得很不安。”金抱着双臂陷入沉思。虽然我真的很不想去想象那种画面，但如果非要说的话，会不会是因为缺钱？妮娜愣住了，钱？怎么突然提到这个？金伸出手指尖轻轻弹了弹腰间的佩剑，发出清脆的金属声。关于我们的武器，你应该知道伦锡钢有多贵吧？因为预算不足，我们甚至连10把都凑不齐。用这种橙色的剑，根本无法刺穿高级贝拉克的皮甲。如果这时候再遇上成群结队的高级贝拉克袭击，那我们肯定会被全灭的。妮娜听完发出一声惨叫：“哇呀，这也太现实了吧！听你这么一说，我反而变得更焦虑了。”金看着抓狂的妮娜，一脸无奈地吐槽道：“明明是你先问我的，结果你自己在那边发什么疯啊？”金看向前方说道：“不过高级贝拉克很少主动攻击，所以应该没问题。而且担心钱的事也没用，除非我们能在这附近发现一座钢矿。”妮娜猛地停住脚步，眼中闪过一丝光亮。矿山？没错，女主角菲奥娜确实在紫罗兰森林里发现了一座矿山，而且那不是普通的矿山，而是产出比伦锡钢更优秀的灰钢矿。妮娜扶着额头陷入沉思，但书里只说那是她在被绑架后偶然发现的，根本没有提到具体的地点。以我的性格，真想一个人把整片森林都翻一遍。但如果真的倒霉遇上高级贝拉克，我肯定会没命的。这可不是开玩笑，是真的会死。就算先不管灰钢矿，只要能有几件像样的伦锡钢武器，心里也会踏实很多。到底哪里能弄到钱呢？我必须竭尽所能，绝不能让黑骑士团覆灭。我再也不想失去家人了。妮娜正沉浸在思绪中，脚下一滑，整个人猛地向前栽去。金眼疾手快的一把拽住妮娜的后衣领，大声提醒道：“妮娜，小心点！”妮娜稳住身形，低头看向地面，发现草地上覆盖着一层粘稠的液体。这是什么？是油吗？
这棵树应该是被贝拉克折断的。金皱起眉头，抱怨道：“说真的，这片森林太古怪了，为什么树里会流出油来？”妮娜却露出灿烂的笑容，解释道：“这叫做油树，如果用它来点灯，不仅味道好闻，而且比廉价蜡烛要亮得多。”金有些惊讶地看着他：“你懂得真多啊，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树。”妮娜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回应道：“啊，那个算是略知一二吧。那是因为小说里写过，在原著小说中，女主角菲奥娜曾偶然发现了这种油树和透明果实，她利用这些材料制作成精美的灯具，并因此赚到了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妮娜猛地回过神来，兴奋地大喊道：“就是这个！”妮娜的双眼放光：“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赚钱。”希里尔手持烟斗：“你想让我教你关于紫罗兰森林里的草药知识？”妮娜叉着腰，信心满满的回答道：“是的，我打算大量种植这些草药，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那一定会很棒。”希里尔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地回应道：“哦，这主意不错。草药的需求量总是供不应求，尤其是那些只生长在紫罗兰森林里的品种。”妮娜兴奋地喊道：“我就是这个意思。”希里尔站起身，走向摆满药瓶的架子：“好吧，让我看看，这种草药还有这一种。”他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玻璃瓶，这种草药的市场需求也不错，还有这种树油，味道很香，如果作为灯油来卖，一定会非常受欢迎。真的吗？希里尔转过头，有些意外的看着妮娜问道：“你很懂行啊，你是医生吗？”妮娜被问得有些心虚：“我只是对做生意比较感兴趣。”希里尔坐回位子上，神色变得严肃了一些：“无论如何，攒点钱是个好主意，供应可能很快就会中断了。最近关于公爵领地的传闻非常糟糕。”妮娜追问答：“是什么样的传闻？”希里尔吸了一口烟，缓缓说道：“听说他们深陷债务危机，债主们频繁出入公爵领地。不仅如此，禁卫骑士团在交流赛中接连惨败，甚至有传言说他们将完全退出今年的帝国大赛。”妮娜举起手打断道：“等一下，什么是交流赛？”“那是卢万公爵领与拉巴伯爵家族之间的一场竞赛，双方为了争夺领地交界处水晶井的使用权而战。”妮娜双手抱在胸前，思考着：“他们去年也输了，所以这是连续2年的败北吗？如果是这样，农耕和畜牧都会变得非常困难。”在这种时候，感觉希里尔就像在整个领地都布满了情报员一样。以他作为医生的医术，明明可以去任何地方，为什么他会留在黑曜石骑士团这种小地方？妮娜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希里尔，你到底为什么会留在黑曜石骑士团？”希里尔看着他，理所当然地回答道：“我吗？那不是很明显吗？”希里尔吐出一口烟雾，神情变得阴冷而诡异：“因为在这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解剖人类。”妮娜猛地打了个寒战，整个人僵在原地。“我发誓，这个骑士团里真的没有一个正常人。”希里尔坐在桌边继续抽着烟：“你应该知道，那也包括你在内吧？”妮娜无奈地回应道：“当然了，日子一天天过去，这里的日常生活总是千篇一律，训练、早餐、巡逻紫罗兰森林，以及……”妮娜蹲在茂密的草丛中，正拼命地挖掘着什么。金在后方催促道：“妮娜，你还没弄完吗？”妮娜头也不抬地喊道：“再等一下，马上就好。”她正忙着挖掘那些有用的植物，这些都是原著女主角在紫罗兰森林里发现的宝贝。妮娜猛地拔出一株挂着果实的植物，兴奋地喊道：“找到了！”她小心翼翼地握着那株植物，打算把它们全部移植到自己的花园里。金看着妮娜手中的果实问道：“那是什么？”妮娜举起红色的果实，解释道：“这是透明果，很快就会成为我们最畅销的产品。”在原本的故事线里，菲奥娜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卢万领的变得富有。既然如此，不如由我提前开始种植。妮娜戴着草帽蹲在田间，一边哼着歌，一边将幼苗仔细地栽进土里。她停下手中的动作，陷入了沉思。虽然不知道那位年轻的主人什么时候会正式继位成为公爵，但是那位最终成为公爵的少年阿德里安，他真的会亲手杀掉自己的家人吗？每当想到公爵夫人的所作所为，愤怒便难以抑制。但如果他真的被冠以杀害亲生父亲和同父异母兄弟的罪名，被称为不道德的儿子，妮娜猛地将双手按在泥土里。我讨厌那样，与其让小主人背负杀父之仇的怪物恶名，我宁愿亲自动手杀掉那些家伙。哦，但如果我真的那么做了，小主人还能顺利当上公爵吗？毕竟第3个儿子还活着，难道要发动叛乱，还是搞一场政变？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这真的可行吗？一个声音从头顶传来：“你打算在1天之内把这些全部种完吗？”妮娜吓了一跳，猛地抬起头：“小主人！”阿德里安站在阳光下，我还在想这动静是怎么回事。听说你正扬言要把紫罗兰森林里的草药全部拔光。妮娜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天气变暖了，必须现在就把它们种下去，这样它们才能在夏天长得强壮，秋天就能收获了。”阿德里安走到田边，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他开始挽起袖子说道：“那我也来帮忙吧。我该先做什么？”妮娜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问道：“天哪，真的吗？”妮娜指着田地说道：“我已经挖好了坑，你只需要把这些草药和树苗移过去就行。看这里，要小心地拿着，千万不要伤到根部。”2人并肩蹲在田间，一株接一株地栽种着幼苗。阿德里安直起身子，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说道：“这比我想象中要难。”妮娜看着眼前的成果，欣慰地回应道：“但是种完之后很有成就感，对吧？”阿德里安轻声应道：“小主人，等将来你成为了公爵，我要用这些东西让领的重新焕发生机。”阿德里安愣了一下，当我成为公爵？他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妮娜，你希望我成为公爵吗？妮娜看着他，一时间没有说话。随后他调皮地笑了笑：“不，那是个秘密。其实
我只是希望阿德里安能多笑一笑。阿德里安看着他，原本冷峻的脸庞渐渐柔和下来，嘴角勾起一抹温柔的弧度。他轻声笑了起来，说道：“妮娜，你总是想要那些很难实现的事情。”妮娜不服气地反驳道：“这有什么难的？你不是还有我吗？”阿德里安看着脚下刚种好的幼苗，轻声回应道：“你说的对，我有你，而且就算你最后没当上公爵，我也有万全的计划。”阿德里安好奇地看着他，妮娜开始滔滔不绝地规划起来。我们可以通过商会卖掉这些草药，赚很多钱，变成大富翁。到时候我们每天都能随心所欲地吃蛋糕。妮娜继续兴奋地比划着，还要把床垫换成最蓬松、最柔软的那种。阿德里安点头说道：“听起来不错。”妮娜又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哦，对了，还要把那些旧武器全部换成新的。阿德里安望着远方的领地，说道：“我打算尽快组建一支精锐部队，用来对付那些高等级的魔兽。我会召集那些有能力的人，并为他们排名，因为如果没有竞争，他们就会停滞不前。”妮娜有些困惑地问道：“可是，如果每天都面临生存危机，难道还不够让人努力吗？”阿德里安握紧拳头，不能仅仅满足于生存，我们必须着眼于未来，设定目标，那是我的职责。你也应该参加选拔。妮娜。妮娜愣住了，惊讶地看着他。阿德里安露出一丝笑意，说道：“我打算给精锐成员们配发长款大衣制服，穿在你身上一定很合适。”妮娜听后兴奋地握紧小拳头，说道：“那就这么定了，我来负责经营花园，小主人，你来负责培养黑曜石骑士团。我很期待和你一起努力。”小主人。两人伸出手轻碰了碰拳头。阿德里安回应道：“我也是。”从那天起，精锐骑士的选拔考试正式拉开了序幕。训练场上剑影交错，金属碰撞的清脆声响此起彼伏，选拔考试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在随后的成立仪式上，入选精锐骑士团的成员名单被正式公布，最终脱颖而出的骑士不足10人，而在这份珍贵的名单中，赫然写着让和妮娜的名字。好了，大家集合。只有精英骑士才有的长袍。妮娜看着那件华丽的大衣，哇！然而当妮娜穿上大衣时，整个人几乎被宽大的布料淹没。妮娜沮丧地抱怨道：“可恶，这也太大了！”一旁的金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倒在地上捧腹大笑。路易斯走过来，轻轻拍了拍妮娜的肩膀，安慰道：“你还在发育期，很快就能穿得下了。”妮娜气鼓鼓地缩在大衣里，闷声回应道：“哼，你们给我等着！”就这样，季节在指尖悄然流转，即便偶尔会受伤或感到挫败，我们依然在彼此的扶持中不断成长。2年后的夏天，妮娜站在繁茂的果园里，伸手摘下一串沉甸甸的红色果实，太棒了，结了这么多果子。她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这些应该足够了。他望着眼前这片亲手开垦的广阔田地，心中感慨万千。如果这就是2年努力换来的成果，那一切都值得了。妮娜开心地在田埂上蹦跳着，为自己的勤劳欢呼。妮娜，你真的辛苦了，干得漂亮！他拎起装满透明果的篮子，得赶紧去向小主人炫耀一下才行。虽然外界的物资供应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但多亏了这片花园，我们现在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让黑曜石骑士团变富有计划。如果能一直这样顺利进行下去，那就太完美了。我是这样想的。篮子猛地摔落在地，鲜红的果实滚落一团，直到我亲眼看见了那一幕。妮娜僵在原地，双眼失神地望着前方。在她的视线尽头，一个巨大的白色晶体悬浮在半空，晶体表面镶嵌着诡异的紫色宝石，四周缠绕着密密麻麻的皱纹锁链。我们完蛋了！妮娜环顾四周，试图寻找其他的痕迹，什么都没有发现。反正也不会有人来这片被诅咒的森林调查，除了那些疯狂的信徒。妮娜猛地跪倒在地上，双手抓着头发，尖叫道：“啊！我真的彻底完蛋了！”妮娜跪在地上，脑海中浮现出可怕的后果，因为反派的计划，黑曜石骑士团会被全灭，阿德里安也会遭受无法挽回的情感创伤。100%没错了，就是那起事件。我该怎么办？无论如何，我必须阻止这一切，我不能再次失去我的家人了。你是怎么溜进来的？妮娜，你这个笨蛋，为什么要放松警惕啊？他猛地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不对，等等，那件事还没开始对吧？我们先回去报告这件事。妮娜拎着篮子，轻快地走在森林里。既然我们提前发现了，应该能及时阻止他。没错，保持乐观很重要。这么一想，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还挺走运的。妮娜突然停下脚步，感到一阵眩晕，视线变得模糊。怎么回事？突然看不清前面了。周围的景色开始扭曲。突然，粗壮的藤蔓从地底窜出，死死缠住了他的脚踝。该死！他被藤蔓猛地拽向空中，整个人倒挂了起来。我被耍了！巨大的花苞在下方缓缓绽放，散发出诡异的气息。这只是植物型的陷阱。冷静点，难道这些叶子每次晃动，毒素都会扩散吗？我会尽可能憋气，但不知道能坚持多久。他眼神一凛，必须快点解决这个。妮娜反手握住腰间的剑柄，她高声吟唱道：“北风啊，以你迅捷的速度吹散眼前的一切。”狂风呼啸而起，形成巨大的漩涡，将下方的巨型花苞死死压制。妮娜再次喊道：“寒霜啊！”她挥动长剑，寒气顺着剑锋倾泻而出，冻结并斩断你面前的一切，释放你锐利的呼吸。剑光闪过，缠绕着他的藤蔓瞬间被冻结并粉碎。妮娜从空中俯冲而下，双手紧握长剑，将全身的力量汇聚在剑尖，狠狠刺入巨型花苞的核心。伴随着一声沉闷的碎裂声，花苞在冲击下彻底崩解，残余的藤蔓无力地垂落在地。妮娜重重地摔在地上，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可好疼啊！真的好痛！
妮娜低头看向自己的脚，该死，脚踝也扭伤了。她又看向散落一地的篮子，我的药草也全毁了，真是倒霉透顶。她用手背擦掉脸上的污渍，不，我没时间在这里坐以待毙，必须快点。妮娜强撑着身体站起来，我得赶快去警告他们。她深吸一口气，再次调动体内的魔力。北风啊，带我乘风而行吧。夜幕降临，黑曜石骑士团的驻地灯火通明。金正守在营地门口，妮娜脚踩着微弱的风旋，摇摇晃晃的从幽暗的森林中走出来。金，他急忙迎上前去，满脸惊愕的问道：“妮娜，你这是怎么了？”妮娜面色惨白，虚弱的喘息着。哈哈，金焦急的追问道：“你刚从森林里出来吗？为什么要一个人行动？两人一组可是基本准则，连新兵都知道要遵守。”妮娜勉强挤出一丝苦笑，抬起手示意他停下。抱歉，抱歉，训诫的话等会儿再说，快去通知所有人，有人在结界那里，他们画了一个巨大的法阵。金愣住了，妮娜继续艰难的说道：“我们需要通知神殿。”话音未落，一抹鲜血顺着妮娜的鼻子滑落。妮娜在金惊恐的注视下，妮娜的身体彻底失去平衡，重重地瘫倒在冰冷的地面上。妮娜陷入了昏迷，被紧急送往医务室。希里尔检查完妮娜的情况，摘下听诊器说道：“她没大碍，这种程度的毒素很快就能恢复。真正的麻烦是脚踝的伤，接下来的几周她都无法参加战斗了。”阿德里安站直身体长舒了一口气，金有些恼火的说道：“他到底一个人深入森林到了什么程度？等他醒了，一定要狠狠教训他一顿。”阿德里安转头看向金问道：“金，你确认过妮娜提到的那个法阵了吗？”金点头回应道：“是的，我们在侦查时发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魔法阵，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没有贸然触碰它，就让它保持原样留在那里。”阿德里安低声说道：“做得好，在结界上画法阵。现在能做出这种事的人只有一个，那个在葬礼后就销声匿迹的家伙。他们终于又开始行动了吗？”他沉默了许久。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敌人的真正目的，但结界的问题不是我们能独立处理的。是的，我们应该立刻通知神殿。与此同时，妮娜发现自己身处一片奇异的空间。这里是哪里？感觉好熟悉。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虚空中响起。没关系的，我们一定能再次相见。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妮娜猛地睁开眼睛。妮娜坐起身，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骨头发出清脆的响声。睡得真香啊！哎呦！妮娜发出一声惨叫，额头被重重地敲了一下。大懒虫！妮娜气呼呼地喊道：“喂，为什么要打病人？禁止暴力！”希里尔端着一碗热腾腾的午餐走过来，则只会耍嘴皮子。快把午餐吃了！他看着妮娜继续说道：“你知道这种事已经发生多少次了吗？除了你，大家的内心可没那么强大。既然脚踝受伤了，就老老实实待着休息。今天没有巡逻任务，黑曜石要塞应该会很安静。”妮娜咬着勺子，若有所思地问道：“那阿德里安呢？”希里尔回答道：“你不是说发现了结界有问题吗？我们已经上报给神殿了，他们派了一位祭司过来，团长和精锐们已经陪同祭司去检查结界了。”妮娜松了一口气，那我就放心了。看来神殿在处理这种严重事态时动作很快。妮娜小口喝着粥，心中暗自庆幸，太好了，反正我对结界一窍不通，正发愁该怎么办呢。看来这次的问题能轻松解决了。妮娜的动作突然僵住，勺子悬在半空，她猛地抬起头看向希里尔问道：“等等，你是说所有的精锐都出去了？”希里尔咬着烟斗，理所当然地回答道：“是啊，毕竟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妮娜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冷汗顺着脸颊滑落。不对，不！妮娜掀开被子，不顾希里尔的阻拦，直接从病床上跳了下来。她赤着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踉踉跄跄地向门口冲去。希里尔在身后惊呼道：“妮娜，我怎么能把这件事给忘了？这个故事最终的幕后黑手，那个真正的反派。”就在这时，医务室的窗户轰然炸裂，妮娜僵在原地，破碎的玻璃碎片在空中飞舞，折射出诡异的光芒。他惊恐地看向窗外，原本平静的夜空被撕裂，无数贝拉克从破碎的结界裂缝中涌出。为什么我会如此大意？这个故事最终的幕后黑手，竟然是那位大祭司！希里尔快步走到他身边。天哪，发生什么事了？那边难道是有结界吗？希里尔，你现在马上赶往主城，协助疏散那里的民众。希里尔愣在原地，惊讶地问道：“什么？你打算留下来吗？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会死的。”妮娜停下脚步，回过头，神情中带着一种决绝的平静。希里尔，拜托了，活下去！希里尔急促地追了几步，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妮娜远去。妮娜义无反顾地冲向那片被异样光芒笼罩的深渊，巨大的触手破土而出，将周围的一切彻底撕碎。金挥动长枪，狠狠贯穿了怪物的核心。他咬牙咒骂道：“该死，这些怪物怎么杀都杀不完，只靠我和路易斯两个人根本应付不过来，其他的同伴都已经倒下了。可恶，如果能再多一个人，哪怕再多一个人也好。”就在这时，一道凌厉的锋刃划破长空，伴随着冰冷的寒霜席卷战场。狂风在哀鸣，寒霜如利刃般切碎了怪物的躯体。金猛地回头，惊讶地喊道：“妮娜！”妮娜手持长剑冲入战场。“抱歉，我来晚了。阿德里安在哪？”“团长在那边。”他猛地倒吸一口冷气，目光惊恐地看向前方。“阿德里安！”远处路易斯正半跪在地上，吃力地扶着昏迷不醒的阿德里安。“冷静点，他还有呼吸。”路易斯突然惊恐地大喊：“妮娜，小心身后！”妮娜猛地回头，巨大的触手带着破空声席卷而来，她迅速横剑格挡，沉重的冲击力震得她手臂发麻。妮娜咬紧牙关，死死抵住怪物的攻击，这简直疯了！
妮娜在混乱的战场中疾驰，事情已经够混乱了，别来碍事，滚开！她纵身跃起，将全身的力量灌注在剑尖，狠狠刺入那蠕动的巨大躯体。冰霜顺着伤口迅速蔓延，将怪物的血肉冻结崩碎。妮娜半跪在怪物冰冷的残骸上，剧烈的喘息着。果然，这副身体已经快到极限了。她抬头望向天空中那道巨大的裂痕，目前只有一侧的结界破碎了，但如果另一侧也彻底崩塌，更多的怪物会像潮水一样涌出来，到那时候没有人能活下来。地面突然剧烈颤抖起来，妮娜猛地一惊，这种震动感，难道是结界要彻底碎裂了？不，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妮娜大声向同伴们呼喊道：“所有人快到我这里集合！”妮娜缓缓闭上双眼，任由长发在狂风中飞舞。她开始低声吟唱古老的咒文：“北风与寒霜，我远古的盟友啊，让万物在静谧中冻结，化作完美冬日的无暇之盾。”巨大的冰墙拔地而起，晶莹剔透的寒冰如巨浪般翻涌，瞬间将崩坏的裂缝彻底封死。该死，到处都是有毒的瘴气，仅仅是呼吸都可能致命。妮娜快步冲向前方：“少爷，您还好吗？”阿德里安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路易斯正吃力地搀扶着他：“你清醒过来了吗？”阿德里安的睫毛微微颤动：“妮娜，你是怎么做到的？你的腿还好吗？”妮娜双手叉腰，无奈地回应道：“说真的，那正是我想要问你的。”阿德里安摇晃着站起身：“我没事，完全没问题。”路易斯急忙上前一步：“你确定自己真的没事吗？你刚才就在爆炸中心，能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爆炸到底发生了什么？”神殿中隐藏着一名叛徒，一名正在检查结界的祭司声称发现了异常。他走近我，请求我的协助。我毫无防备地听着他吟唱咒文，没有产生一丝怀疑，却没意识到那根本不是修复结界的法术，而是足以摧毁一切的自爆咒语。剧烈的爆炸瞬间发生，强烈的毒素随着冲击波迅速扩散，整支小队在刹那间崩溃倒地。全都是我的错，因为我愚蠢的决定才导致了这一切。他看向妮娜，声音颤抖着说道：“对不起，妮娜，真的对不起。”他轻声回应道：“这不是你的错，少爷。”妮娜紧紧抓着阿德里安的手臂：“没关系的，我会处理好这一切。”金，路易斯带上阿德里安立刻撤离。金愣住了，难以置信地反问道：“什么？”他猛地跨前一步，愤怒地吼道：“别开玩笑了，我们怎么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妮娜语气冷静得近乎残酷：“抱歉，但我们没时间争论了。这面冰盾撑不了多久了，仅凭我现在的霜冻与北风之力，根本无法重新封印这道裂痕。不过，我有一个非常棒的主意，只要相信我。”阿德里安看着他，声音低沉地问道：“你打算召唤更高阶的精灵吗？结界还没有彻底崩坏，如果能借用上位精灵的力量，一定能阻止这一切。考虑到目前的状况，这是最明智的选择。”妮娜赞许地笑了笑：“不愧是少爷，反应真快。”金一脸惊愕地问道：“什么？精灵召唤师连这种事都能做到吗？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开始吧！”但是在古老的禁忌中，想要召唤未曾缔结契约的上位精灵，必须支付对等的代价。阿德里安看着妮娜，眼中满是哀伤与不舍。“妮娜，你难道打算献上你自己的身体作为祭品吗？”“我别无选择，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我拒绝让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死掉，然后一起去往来世。”金满脸惊愕地喊道：“这太疯狂了！”阿德里安沉默着，他迈出沉重的脚步：“好吧，那就由我来做。既然我也是一名精灵使，我也可以使用那个方法。”阿德里安身体猛地一晃，大家带着妮娜撤离。妮娜伸手稳稳地扶住他：“哎呀，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已经被瘴气侵蚀的连站都站不稳了。”他握紧阿德里安的手，继续说道：“况且少爷终究只是个少爷，现在只有我能做这件事。”阿德里安紧紧回握住他的手：“至少我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如果我们注定要死，那就死在一起。”妮娜轻轻摇了摇头：“不，少爷，你必须离开。我们需要有人去汇报这里发生的一切。如果你死在这里，那些逃跑并抛弃了团长的成员们又该怎么办呢？”阿德里安愣住了，他张了张嘴，却无法反驳。妮娜靠在阿德里安的肩头，轻声说道：“少爷，履行你的职责吧。活着是一种责任，而生存下去则是你的义务。”阿德里安紧咬着牙关，脸上满是不甘与痛苦：“别开玩笑了，那些根本不重要。我为什么要关心其他人？我该如何面对我的人生？如果失去了你，我就失去了一切。不要试图丢下我一个人。但是这些话只会让你更加痛苦。”突然间，清脆的破碎声响彻四周，结界彻底崩碎了。“团长，你必须撤离！”金架起虚弱的阿德里安，强行带着他向后退去。阿德里安满脸血迹，他挣扎着看向前方。等，妮娜她在破碎的晶体碎片中，妮娜独自伫立在荒芜的土地上，无数碎片在空中飞舞。妮娜回过头，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她比出一个胜利的手势。阿德里安声嘶力竭地喊道：“妮娜！”妮娜收回视线。“北风，直到最后时刻为止，都要拜托你了，请把大家带到安全的地方。那么是时候进行最后的冲刺了。”前方的大地裂开缝隙，无数双猩红的眼睛在黑暗中窥视，邪恶的气息如潮水般涌出。一只巨大的红色魔兽利爪猛地扣住地面，伴随着低沉的震动声，它正试图从深渊中挣脱出来。“真是的，这么急不可耐！反正你很快就会被强行送回去，就不能晚点再出来吗？”妮娜挥动长剑，火焰在剑间跳跃，她低声吟诵起古老的咒语：“你是灼热的烈焰，焚烧万物，点燃妄念，将前路的一切化为灰烬。”火焰随着他的意志在大地上蔓延，形成一个巨大的圆环。向他，我献出我的肉体，献出我的血液，并献出我的骨骸。妮娜低头看向脚下升腾的力量，轻声感叹道：“哦，已经开始了。”
他感觉到一股庞大而冰冷的存在正逐渐逼近。妮娜抬起头，脸上露出一抹释然的微笑。阿德里安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吧？无论发生什么，路易斯和京都会代替我保护好他。妮娜单膝跪地，她用长剑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她低声念出最后的誓言：“我将我的灵魂献祭于你那永恒燃烧的祭坛之上。”妮娜抬起头，降临吧，红叶。她的身影在强光中逐渐变得透明，仿佛正一点点融入那无尽的光芒之中。光芒彻底爆发，吞噬了视线中的一切。这样的结局似乎也不坏，我很满意。在那一刻，已经无法分辨是白天还是黑夜。一道如同烈日般耀眼的光柱冲天而起，即便是在紫罗兰森林的边缘，也能清晰地看到那震撼人心的景象。在森林深处，一团绿色的守护光球正带着幸存者们急速穿梭。阿德里安伸出戴着黑手套的手，指尖颤抖着，想要触碰那团包裹着他们的光芒，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道冲天的强光逐渐远去。阿德里安跪倒在草地上，整个人蜷缩着瘫向地面。如果精灵无法维持他的力量，那就意味着主人已经……阿德里安猛地挥起拳头，重重地砸在草地上。为什么？你明明跟我说清楚了，为什么你还要这么做？你竟然……又一次！路易斯低声提议道：“或许我们现在应该先回要塞，我们需要检查指挥官的伤势。西里尔也在这里，我们必须先回黑盾城。”阿德里安依旧维持着跪伏的姿势。不，直接去村庄，准备启动大结界。已经有很多贝拉克逃脱了，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路易斯愣了一下，随即低头应命道：“是的，阁下明白了。”金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们：“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我们现在最该做的，难道不是立刻回到那个地方吗？我们要去确认妮娜是否安全，确认她是否还活着，以防万一啊！万一妮娜还活着呢？”阿德里安微微侧过脸，平静地打断了对方的话：“如果妮娜还活着，她一定会回到我身边。”金愣在原地，半晌说不出话来：“怎么会？怎么会变成这样？”阿德里安摇晃着站起身：“如果妮娜不在了，我的生命也就到此为止了。所以，是你把妮娜从我身边夺走的吗？”他抬起头，深红色的瞳孔中再无半点温情。“我会让你付出代价，我会让你忘掉这一切，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在黑曜石骑士团中，最终只有3个人活了下来。阿德里安回到了外围防御屏障，试图启动大型结界来保护整个村庄。与此同时，金正忙着对付从森林中涌出的怪物，他协助西里尔将村民们疏散到安全地带。漫长的夜晚终于结束，他们再次回到了森林。一个闪烁着金银色泽的容器正封印着那把破碎的剑刃。与此同时，一个奇怪的传闻开始在村庄里蔓延。在那天晚上，当屏障碎裂，大地被瘴气与怪物充斥时，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然而，在那样的黑暗中，有人看到了太阳，那是一道无法直视的强光，驱散了周围的阴霾。幸存者们纷纷传言，是一个像太阳一样耀眼的存在，在那一刻救了他们。阳光穿透繁茂的树叶，洒在静谧的森林草地上。妮娜蜷缩在草丛中，缓缓睁开了双眼。她发出一声含糊的呢喃，揉着眼睛坐起身来。这里是哪里？远处隐约可见错落的房屋，大片的花海在微风中摇曳，一直延伸到村庄的边缘。总觉得这里很熟悉，让他感到怀念。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一声呼唤：“妮娜！”妮娜猛地一惊，立刻转过身去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在繁花盛开的草地上，一对年轻男女正并肩走来。妮娜愣愣地看着他们：“姐姐，哥哥。”两人笑着朝她跑来。男子手中拿着一个编织好的花环，大声喊道：“妮娜！”他走到妮娜面前，轻轻将花环戴在她的头上，说道：“原来你在这里啊！我找了你好久，因为想送你一件礼物。”女子在一旁温柔地问道：“玩得开心吗？”“真的很适合你，我们家最小的妹妹真是太漂亮了，简直分不清哪个才是花了。”妮娜呆呆地望着他们，泪水突然夺眶而出。她抬起手臂遮住眼睛，放声大哭起来。男子见状慌了神，连忙蹲下身子安抚道：“怎么哭了？是想要哥哥背你吗？”女子也蹲在妮娜身边：“还是想要姐姐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妮娜猛地扑进他们怀里，姐姐笑着抱起她说道：“哎呀，你什么时候长得这么重了？”妮娜靠在姐姐肩头，泪水止不住地滑落。我心里很清楚，这一切只是个梦，所以眼泪才无法停下。无论是梦境还是临终前的走马灯，她都想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谢谢你们这么爱我，明明我只会给你们添麻烦。谢谢你们一直爱着我，虽然已经迟了，但我一直想对你们说这些话。哥哥和姐姐对视一眼，微笑着回应道：“就算你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了。因为妮娜是我们最珍贵的妹妹，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孩子。”姐姐轻声抚慰道：“这段时间你一定过得很辛苦吧？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去吧。”一只手伸向了妮娜，回到我们的家。不，现在还不行，她不能留下阿德里安一个人。妮娜低头看向手中的花环，虽然无比怀念有哥哥姐姐陪伴的时光，但我知道自己无法回到过去，也不打算再回去了。我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家。妮娜抬起头，脸上露出了释然的微笑。虽然不知道是谁让我做了这个梦，但是妮娜对着虚空说道：“出来吧。”原本温馨的草地与亲人瞬间凝固，像是一页被翻过去的画册，纸张在空中剧烈的翻动，发出哗啦啦的声响。梦境的碎片随风剥离，妮娜发现自己站在一片纯白而宏伟的殿堂中，她已经恢复了原本的模样。她看着眼前出现的2个身影：“你们2位是？”“抱歉，刚才我们在检查你的灵魂，似乎不小心让你的记忆混在了一起。”他走到妮娜面前，语气中带着一丝关切：“刚才让你感到很不舒服吗？”妮娜摇了摇头说道：“不，我只是很高兴
能再次见到姐姐和哥哥，真奇怪。我能立刻感受到你道歉的诚意，但他们到底是谁？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人类，难道是被召唤出来的神灵吗？最让他在意的是，为什么这两个人让他感觉如此熟悉？妮娜清了清嗓子，有些局促的开口道：“那个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我们以前见过面吗？”见对方没有立刻回答，妮娜慌忙摆手解释道：“啊，不，我不是在套近乎或者别的什么，请不要误会，只是你们看起来真的非常眼熟。”银甲神灵微微低下头，发出一声细不可闻的呢喃。这是第一次。妮娜愣了一下，疑惑地问道：“哎，你是指什么？”这说明确实有上一次。太阳接过话头说道：“我们当时也感到非常惊讶，真没想到你竟然会吟唱那种献祭身心的咒语。那一刻，我们甚至觉得自己快要变成堕落之灵了。”妮娜有些尴尬地缩了缩脖子：“哎，难道不应该是那样的吗？”银甲神灵低头看向他，语气平静：“如果你信任我们，仅仅是这份信任就已经足够了。换做其他的存在，或许真的会索要堕落的灵魂，或者更糟糕的东西。”妮娜愣在原地，心中暗自感叹：仅仅是相信吗？这听起来如此简单，却又是最难达成的条件。她猛地回过神来，紧张地确认道：“那么我现在还没死对吧？我还活着吗？该不会是因为我见到了两位神灵，就再也回不去了吧？”银甲神灵微微一笑，安抚道：“进入正题吧，你并没有死，我们只是想看看一个愿意献出灵魂的人类，所以稍微通融了一下规则。”太阳看着妮娜在原地兴奋地蹦跳，无奈地感叹道：“哎呀，你根本没在听我们说话呢。”他停下动作，转头看向两位神灵问道：“那个我能再请教一件事吗？你们两位到底是谁？或者说你们是什么样的神灵？”太阳与银甲神灵对视一眼，妮娜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真的很抱歉，但我确实完全没有召唤过你们的记忆，至少我大概能猜到这一位，你就是我最后召唤出来的那个存在吧？那是永恒燃烧的巨大火焰。”太阳。妮娜转过头看向另一位身披银色铠甲的神灵：“但是我完全不记得曾经召唤过你，难道是我在无意识中弄错了什么吗？”太阳轻笑一声说道：“如果我给你一个提示。”他打了一个响指，金色的光点在空中跳跃。他是以北风与寒霜为盾的存在，也是你长久以来的盟友，所以他才能比我更早的接触到你。妮娜捧着两只飞舞的小精灵陷入了沉思，以北风与寒霜为盾。他看向那位身披银色铠甲的神灵：“难道说？”妮娜试探着问道：“冬之灵？”银甲神灵微微点头回应道：“正确。”妮娜有些不好意思的挠着头笑道：“啊，原来是这样吗？真抱歉，我竟然没认出你来。”他正笑着，突然猛地捂住脸，尖叫起来：“等等，重点根本不在这里吧？一个精灵体现的概念越多，它的等级就越高，这意味着太阳与冬之精灵都是顶级精灵，在大多数神话中，他们足以与真正的神明相媲美。”妮娜流下冷汗，难以置信的自言自语道：“你是说我召唤了两个那样的存在吗？”太阳站在妮娜面前说道：“这确实是一次鲁莽的尝试，人类的身体无法承受我的全部力量，所以你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如果不是因为冬之精灵，你早就被烧成灰烬了。”冬之精灵回应道：“确实如此，幸运的是，我保护了你的灵魂免受损伤，但是你的肉体需要重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会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妮娜站在原地，有些局促的绞着手指。天哪，对于太阳和冬之精灵来说，相当长的时间到底会有多久？妮娜还是松了一口气，向眼前的两位精灵鞠躬致谢。不管怎么说，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谢谢你们两位，虽然不知道要等多久，但如果能趁机放松一下，做些以前没机会做的事，时间应该很快就会过去吧。太阳突然开口打断了他的思绪。关于那件事，随着太阳的话音落下，周围响起了一连串沉闷的爆裂声。妮娜惊愕地环顾四周，发现无数木偶般的躯壳出现在视野中。太阳握住一柄巨剑，说道：“我在想，既然我们要在这里等待，不如由我来教你一些剑术。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提议。你觉得呢？这肯定不会无聊，是个很棒的主意吧？当然，你没有拒绝的权利。”妮娜整个人僵在原地，无数柄长剑插在地面上，密密麻麻的木偶士兵整齐排列。太阳的教导极其残酷。妮娜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长剑脱手落在身旁。她虚弱地说道：“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每当妮娜被打到濒死边缘，或是因体力透支而昏厥倒地时，太阳举起手，释放出光芒，说道：“别担心我，马上就能把你治好。”妮娜绝望地心想：干脆直接杀了我吧。太阳将妮娜的身体恢复到了巅峰状态。妮娜喘着粗气，再次握紧长剑。这里没有天的概念，我甚至不知道已经过去了多久。妮娜流着泪大喊道：“这怎么可能合理？这比在黑曜石骑士团的生活还要辛苦1000倍！大家，我好想你们。”妮娜在木偶士兵的围攻中不断穿梭挥剑，太阳坐在一旁观察着，发出了一声沉吟。我想现在的程度，终于勉强算是不丢人了。妮娜愤怒地反驳道：“请等一下，你教了我剑术、射箭、枪法、反魔法，甚至还有马术，你管这叫勉强可以？”太阳平静地回应道：“但你之前的技能水平确实很惨烈。作为太阳与冬之精灵的契约者，必须成为最强的人，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妮娜双手叉腰，不满地嘟囔着：“你把一个普通人折磨成了剑术天才，顶级精灵果然都这么可怕。”太阳看着妮娜说道：“如果你继续抱怨，也许我就不告诉你那个好消息了。”妮娜猛地转过头，眼睛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好消息？难道是？”冬之精灵回应道：“是的。”妮娜看向冬之精灵：“冬，让你久等了，妮娜，你的新身体已经重构完成了。”妮娜整个人瘫倒在地上，喜极而泣地大喊道：“自由了！”
东之精灵看着精疲力竭的妮娜，你到底让她进行了多么严酷的训练？这孩子看起来都要虚脱了。太阳有些遗憾地回应道：“我还有堆积如山的东西没交给他呢，真是太可惜了。”东之精灵轻咳一声说道：“在重构身体的过程中，我特意增强了耐用性，现在的身体比以前要强壮得多。关于这一点，太阳也帮了大忙。不过，由于这具身体是在我们的影响下重构的，外貌上会产生一些物理变化。”妮娜惊讶地问道：“你是说变化大到别人会认不出我吗？”倒也不至于那种程度，我想大概只是瞳色或发色的改变。妮娜松了一口气说道：“哦，那没关系，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希望会是漂亮的颜色。”东之精灵继续说道：“还有一件事，这里的时间流速与人类世界不同。当妮娜再次睁开眼时，距离那天大概已经过去了2年，你能接受吗？”妮娜露出灿烂的笑容，回应道：“哦，那其实比我想象中要短得多。我还担心呢，感觉自己至少训练了100年，真怕现实世界已经过去了1个世纪。”太阳与东之精灵沉默地对视了一眼，同时移开了目光。妮娜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哎，等一下，难道我真的训练了100年吗？东之精灵有些心虚地咳嗽了2声。总之，大家一定都很担心，你应该赶快回去了。太阳看着妮娜说道：“你辛苦了，能与你在一起是我们的荣幸。”妮娜微微点头，脸上带着一丝不舍的红晕。她轻声问道：“我还能再见到你们2位吗？”东之精灵回应道：“谁知道呢？”太阳补充道：“但即使见不到，我们也永远会在你身边。现在闭上你的眼睛，深呼吸，然后呼气。”太阳轻声说道：“顺便问一下妮娜，难道你不好奇吗？”妮娜问道：“好奇什么？”太阳继续问道：“关于你为什么拥有这些记忆，或者类似的事情。”妮娜闭着眼回应道：“并不怎么好奇，因为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太阳追问道：“你知道？”妮娜肯定地回答道：“是的，当然是因为这样我才能遇见阿德里安。”太阳沉默了片刻，原来如此，这确实是最像妮娜会给出的回答。妮娜闭着眼睛，轻声问道：“太阳，结束了吗？”周围一片寂静，没有人回应。妮娜试探着继续问道：“我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吗？”她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切。原本金橘色的长发已经彻底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头如雪般纯净的银白色长发。妮娜感受着真实吹拂的风，发出了兴奋的欢呼声：“哇呀呀呀！”金鸟从繁茂的树丛中飞起，打破了夜晚森林的宁静。妮娜环顾四周熟悉的景色，天哪，我真的回来了！谢谢你们，太阳还有冬。妮娜跑到湖边，看着水中的倒影，惊叹道：“我看起来真的完全不一样了。以前的身体因为毒素的后遗症而破败不堪，但或许是因为这具身体是重新构筑的，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她停在一处闪烁着光芒的遗迹前，那是2年前崩塌的结界。如今太阳与东之精灵的文章正熠熠生辉，看来是精灵们重新封印了这里。虽然太阳抱怨说让我受了100年的苦，但多亏了他们大家获救了，我也还活着。我真的欠了他们很多，谢谢你们。2年了，或许是因为今晚的夜色与那天一模一样，一切还没有实感。妮娜突然想起什么，猛地抓了抓头发。等等，阿德里安在那段时间里应该没有杀掉他全家吧？虽然那是一群糟糕的家人，但正因如此，我才不想让阿德里安的手沾上他们的血。妮娜用力甩了甩头，啊，我不知道，现在在这里担心这些有什么用？我必须快点，大家一定都在等着我。妮娜猛地踏向地面，口中低声吟唱：“北风啊，化作驱赶严寒的骏马吧。”青色的风元素瞬间缠绕在她的脚踝，妮娜整个人如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速度快得让她自己都发出了惊呼。虽然还是以前使用的魔法，但现在的速度竟然快了这么多，已经能看到要塞的轮廓了，这种感觉真棒。然而当她靠近要塞时，却发现天空中盘旋着无数黑影。等等，那些是贝拉克！成群的怪鸟正从空中俯冲而下，向着沉睡中的要塞喷吐火焰，火光瞬间吞没了城墙，竟然趁着大家睡觉的时候发动袭击。这些卑鄙的小人，有没有什么能当武器的东西？他猛地停下脚步，看向一根粗壮的树枝，眼神一亮。哦，这个正合适。妮娜握住树枝，1、2、3，跳！她脚下猛然发力，整个人如离弦之箭般冲向高空。妮娜俯瞰着下方燃烧的要塞，太棒了！我竟然跳得这么高！这种感觉不再像是借用精灵的力量，而更像是身体本能的一部分。她握紧手中的树枝，嘴角微微上扬，说道：“那么我们要不要先热热身？”她猛地从高处跃下，身形化作一道流光，冲向地面，锁定了下方的目标。第一个。巨大的狮鹫张开双翼，口中喷吐出炽热的火焰。妮娜在空中轻盈地翻转身体，避开了迎面而来的火蛇。紧接着，妮娜大喊道：“第2个！”她手中的力量瞬间爆发，精准地击中了怪物的咽喉，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巨大的身躯在冲击下彻底崩溃。什么吗？这就结束了吗？也太简单了。妮娜看着眼前的一幕，眼中含着泪水。这100年来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谢谢你，太阳。我们快点把剩下的也解决掉吧。妮娜正要回应，目光却突然被远处的景象吸引。哎，要塞里竟然有人！妮娜从高空俯冲而下，他们一定是黑曜石骑士团的人吧？别担心，妮娜来帮你们了。她轻盈地穿梭在战场上空，琥珀色的双眼紧盯着下方的动向。一只巨大的狮鹫猛然张开血盆大口，炽热的火柱喷涌而出，直冲妮娜而去。妮娜在空中灵活地侧身闪避，哎呀，没用的，躲开这种程度的攻击简直轻而易举。然而就在她准备反击时，脚下的气流突然发生了剧烈的波动。妮娜察觉到了异样，哎，等等，糟糕了！热气与北风纠缠在一起，导致气流中心彻底乱了。我再往下掉！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下方的一只手猛然抬起，掌心凝聚起深邃的暗影力量。黑暗啊，苏醒吧，吞噬你的敌人！紫黑色的魔力如潮水般涌出，瞬间化作巨大的锁链，精准地缠绕住空中的施救。妮娜在半空中稳住身形，这种精灵魔法是……妮娜在一片翠绿的魔力光芒中降落，她狼狈地跌坐在地。好险！明明想要一个超级帅气的登场，为什么我总是会搞砸呀？妮娜听到脚步声，有些局促地抬起头。阿德里安看着眼前的少女，试探着轻声唤道：“妮娜。”妮娜愣住了，琥珀色的双眼微微颤动，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少爷，我来的有点晚了，对吧？时间回到不久之前，要塞上方传来了刺耳的尖笑声，一名骑士指着远方大声喊道：“团长，那边有一群 A 级魔物正朝要塞冲过来。”阿德里安翻身上马，魔物的数量比报告中还要多，所有人保持警惕。身旁的骑士们齐声回应道：“是明白了，照这个速度下去，领地很快就会遭到袭击，看来只能由我们3个人想办法解决了。不要分散，大家集中精。”阿德里安突然停住了动作，他发现身边的同伴神色异样。阿德里安疑惑地问道：“金，你在做什么？”金将在原地，目光死死盯着天空。团长，他缓缓抬起手指向远处的半空，那里，妮娜在半空中翻滚，周身环绕着翠绿的气旋。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个人是妮娜。我来的有点晚了，对吧？阿德里安沉默地低头注视着他，没有立刻回答。妮娜见对方没有反应，有些尴尬地挠了挠脸颊。迟到了2年，好像确实不只是一点点晚了呢。这段时间长到足以让少爷长成现在这个样子了。阿德里安猛地向前迈出一步，他一把将妮娜紧紧搂进怀里。阿德里安将头深深埋在她的肩颈处，声音颤抖着不断重复：“妮娜，妮娜。”他哽咽着低声质问道：“你怎么敢？你怎么能就这样？你这家伙！”自从那天起，阿德里安曾无数次想要质问：“你怎么能决定丢下我一个人？明明最了解我的人就是你，你怎么能？你怎么敢？”妮娜伸出手，温柔地抚摸着阿德里安的脸颊。“阿德里安，是我错了。”阿德里安感受着脸颊上那只手的温度。妮娜在向我道歉，为什么？她到底做错了什么？是为了救我而奋不顾身吗？还是为了我抛弃了她拥有的一切？或者是像现在这样重新回到我身边？阿德里安跪在地上，紧紧抓着妮娜的手。不对，妮娜，你回来了。他再次用力将妮娜拥入怀中，这就足够了。一旁的金早已泣不成声，他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抽噎着大喊道：“你这个！”他猛地冲上前去，一把抱住妮娜，放声大哭道：“你这个大笨蛋！”妮娜被金撞得发出一声闷哼。金，看到你这么健康，我真的很开心。金哭得满脸通红，大声反驳道：“那应该是我的台词才对吧？”金捂着脸大哭道：“我真的以为你已经死了。”妮娜走向前方，笑着打招呼道：“好久不见了，路易斯副团长。”路易斯平复了一下心情：“天哪，这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妮娜。你的身体还好吗？有没有哪里受伤？”妮娜有些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发：“我很好。你刚才不是也看到我战斗的样子了吗？”路易斯无奈地笑了笑：“是啊，我确实看清了你那种鲁莽的战斗方式，我还有很多话想说呢。”妮娜缩了缩脖子，小声嘀咕道：“我也在反省了。还有你的眼睛和头发颜色让我很在意，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妮娜听到这话，眼睛猛地亮了起来。终于有人问了，我一直在等，谁来问我这个问题呢？妮娜挺起胸膛：“各位请注意，接下来妮娜就要告诉你们，我这段时间经历的事情到底有多么不可思议。”肚子却在此时不合时宜地发出一阵响亮的轰鸣声。嘿嘿，我们要不先吃点东西？在用餐的时候，妮娜向阿德里安和金讲述了一切，从她遇见最高阶精灵太阳与冬的那一刻起，到经历了100多年严酷训练的往事，以及在获得精灵重塑的新身体后，发色与同色所发生的改变。她毫无保留地将所知的一切和盘托出。金捂着额头感叹道：“说实话，这简直荒谬到让人难以置信，我甚至都起鸡皮疙瘩了。不过看你吃的这么香，至少能确定你不是幽灵。看来我们只能选择相信了。”妮娜嘴里塞满了食物，含糊地回应道：“刚才消耗了太多体力，我真的快饿扁了。仔细想想，我有100年没吃过东西了，而且也没睡过觉。”困意排山倒海般袭来，妮娜揉着眼睛，身体不由自主地摇晃。为什么会这么困？不行，现在还不能睡。阿德里安站起身说道：“那就现在去睡觉吧，妮娜。我们明天必须回城堡，大家肯定都累了。”妮娜虽然困得迷糊，却还是有些不舍地问道：“不能再多待一会儿吗？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谈，我也有很多好奇的事情。”阿德里安温和地看着他说道：“我们明天反正也会在一起的。”妮娜愣住了，呆呆地望着阿德里安，随后她露出灿烂的笑容，回应道：“说的也是。”妮娜兴奋地握紧双拳说道：“那我们今晚干脆睡在一起吧，把毯子都铺开。”这种感觉倒像是回到了夏季训练营的时候，这也会成为一种特别的回忆吧。夜深了，月光透过高大的窗户洒进大厅，4个人并排躺在地板的毯子上，陷入了沉睡。金在睡梦中翻了个身，他紧紧搂住身边的同伴，嘴里含糊不清的呢喃道：“路易斯，既然妮娜也回来了，咱们稍微增加一点伙食预算吧。”路易斯闭着眼睛嘟囔道：“那是不可能的。”妮娜侧躺在毯子上，听着同伴们的梦话，忍不住轻笑出声。没错，金以前就总是爱说梦话，熟悉的嗓音，熟悉的笑声，这一切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大家只是在昨天才刚刚分别，原来真的已经过去整整2年了。他转过头，视线落在了身侧的阿德里安脸上。
在不知不觉间，这张脸已经褪去了往日的青涩，变得成熟而深邃。他的个头又长高了不少，那只手现在大到让他难以单手握住。想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自己一直没能陪在阿德里安身边，不过没关系，他已经回来了。为了这一刻的重逢，他独自忍受了漫长的岁月。妮娜轻轻挪动身体，靠在阿德里安身边，闭上眼睛。从现在起，我们要一直在一起。两人并排躺在月色中，妮娜沉沉睡去，呼吸变得均匀而平缓。原本闭目熟睡的阿德里安缓缓睁开了双眼，他的头发长了很多。听着妮娜讲述那些往事时，阿德里安的心沉了下去。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他究竟是如何熬过来的？他是否曾感到后悔，或是想要放弃？阿德里安垂下眼帘，他会不会怨恨过我？他伸出手指尖，轻轻触碰到妮娜的手，随后小心翼翼地将她的手包裹在掌心。如果这是一场梦，那就请让这个梦变得再长久一些吧。清晨的阳光穿透高耸的窗棂，洒在大厅的地板上。原本整齐排列的毯子已经空了大半，只剩下阿德里安独自躺在原处。阿德里安缓缓睁开眼，神情有些恍惚。他下意识地伸手摸向身侧，指尖触碰到的只有冰冷而空荡的被褥。他猛地坐起身，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妮娜，妮娜！他赤着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顾不得穿鞋，跌跌撞撞地冲向大厅出口。妮娜，妮娜！他推开沉重的大门，阳光瞬间涌入视线。妮娜正站在长廊的窗边，听到动静，妮娜转过头看向阿德里安。你醒了，少爷，早上好。阿德里安站在阴影中，呆呆地望着他，一言不发。妮娜急忙跑向他，说道：天哪，你额头上全是冷汗，我看你睡得很沉，就先出来了。你身体不舒服吗？要不要我给你倒点热水？阿德里安紧绷的肩膀终于松弛下来，他露出一抹如释重负的微笑。太好了，夜晚已经过去，妮娜依然在这里，这不是梦。阿德里安上前一步，伸手将妮娜揽入怀中。妮娜，早上好。马蹄声在林间小道上节奏清晰的响起，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一行人正骑马穿行在树影中。说起来，为什么昨天只有你们3个人来战斗？那里有那么多贝拉克，实在太危险了。路易斯转过头回应道：那是为了尽可能减少领地的损失，所以我们计划用少数精锐力量快速解决战斗。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事实上，殿下加入我们并不在最初的计划中。但是，妮娜猛地愣住，等等，你刚才说殿下？不会吧？不，那不可能，对吧？他转头看向身后的阿德里安，问道：少爷，难道你成了公爵吗？阿德里安神色平静地回应道：没错。妮娜倒吸一口凉气，那首先恭喜你。不对，可是他整个人僵在马背上，瞳孔剧烈震颤，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在妮娜记忆的原作故事里，阿德里安根本不是公爵爵位的顺位继承人，除非他杀光了家族里的所有人，强行夺取那个位置。金在一旁感叹道：那件事确实闹得很大，不是吗？就在结界事件发生的第2天，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殿下发那么大的火，我从没想过他竟然会在议事大厅里直接拔剑。老公爵当时的脸色变得惨白。妮娜猛地捂住嘴巴，他拔剑了，果然还是发生了流血事件吗？我原本一直祈祷千万不要变成那样，为什么偏偏在我不在的时候发生这种事？路易斯看着妮娜抓狂的样子，笑着安抚道：那只是金在开玩笑，请冷静一点，妮娜小姐。不过那天为了拦住殿下，大家确实费了不少劲。妮娜抱住脑袋哀嚎道：所以最后还是出事了，对吧？喂，少爷，你自己说，你真的在议事厅拔剑了吗？阿德里安避开了妮娜的视线，沉默不语。妮娜追问道：后来呢？后来又发生了什么？阿德里安沉默了许久，终于低声开口道：我被逐出了公爵家族。妮娜彻底愣住了。什么？阿德里安继续回忆道：当我拔剑的那一刻，护卫骑士们便一拥而上。我本以为要么是那些护卫骑士全部丧命，要么是我们所有人同归于尽，但我最终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回到黑盾要塞，暂时隐匿行踪。阿德里安垂下眼眸，因为我记住了你最后说的话。妮娜，你告诉我，活下去也是我的职责。回到黑盾要塞后，我重组了黑曜石骑士团，我不能就这样消失。在你成为团长之前，我们曾无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那简直就像在地狱里挣扎。金奇在马上感叹道：你真的经历了地狱般的日子。阿德里安看向远方，直到有一天，一场瘟疫席卷了整个帝国。妮娜露出惊讶的神情。瘟疫？那也是我不知道的事情。原本的故事是从女主角出现后才开始的，所以关于第2男主角阿德里安的过去，有很多被隐藏起来的细节。除了那些重大事件，我其实也了解的不多。路易斯继续讲述着往事。因为那场瘟疫，卢万公爵和年轻的领主都相继去世了，这使得阿德里安殿下成为了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你应该能猜到之后发生了什么吧？在葬礼还没结束的时候，公爵夫人就与公爵的弟弟联手了，他们对外宣称是阿德里安殿下毒害了公爵和年轻的领主。当我们前往参加葬礼时，他们甚至试图将我们所有人囚禁在领地内。妮娜愤愤不平地想到，下毒那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没错，是的，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那是卢万家族最后的继承权之争，大多数家臣都站在了公爵弟弟那一边，局势看起来对阿德里安非常不利，他似乎已经毫无胜算。然而阿德里安从未输过，一次也没有。仅仅过了半年多，一切就尘埃落定。阿德里安成为了新任卢万公爵。说实话，我当时既感到敬畏，又觉得恐惧，那种感觉就像是骑在一头凶猛的虎背上，正全速冲向毁灭的深渊。路易斯微微侧过头，露出一丝宽慰的笑意。但也许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因为那个唯一能勒住猛虎缰绳的人已经回来了。妮娜听完这些往事，忍不住发出感叹：哇，在我不在的时候，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她若有所思地拖着下巴。不过情况似乎并没有我担心的那么糟糕，对吧？阿德里安并没有杀害自己的家人，而黑曜石骑士团也以某种方式幸存了下来，感到原本想要改变的未来正在悄然发生偏移，这应该是好事吧？想到这里，他的心情变得轻快起来。既然如此，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自由使用公爵家的财富和领地了？苦日子终于结束了，幸福生活要开始了。马蹄声在道路上节奏清晰的回响。阿德里安拉住缰绳说道：啊，我们终于到了。阿德里安指着前方说道：这就是黑顿要塞。一座宏伟却阴森的古堡矗立在眼前，墙壁上爬满了枯萎的藤蔓，窗户破损不堪，透出阵阵荒凉的气息。走进要塞内部，四周挂满了厚重的蜘蛛网，空旷的大厅里只有几名仆人和守卫，他们站在破旧的地毯旁，恭敬的行礼，欢迎回来，公爵大人。妮娜原本满心期待的笑容僵在了脸上，整个人仿佛石化了一般呆立在原地。妮娜的嘴角微微抽搐，我们到底穷到了什么地步？希里尔走进大厅，我一听到消息就赶过来了。妮娜正趴在桌子上失声痛哭，泪水打湿了桌面。希里尔看着她问道：你们怎么都这副德行？妮娜猛地抬起头，神情既委屈又激动。希里尔，妮娜猛地扑进他怀里，大喊道：你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真的好久不见了。呜呜，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希里尔无奈地拍着他的背说道：要么为见到我感到高兴，要么就专心哭，选一个吧。我在来的路上已经听说了全部情况，据说年轻的主人甚至继承了前任公爵的所有债务。不仅如此，这片领地的农田也十分贫瘠，所以你们现在简直是一贫如洗。妮娜紧紧抓着希里尔的衣袖，你是我们现在唯一能指望的人了，还有剩下的津贴，对吧？我们可以挑选那些生长快又昂贵的药草，在公爵领地空闲的土地上大量种植，然后再把它们卖掉。希里尔看着满脸期待的妮娜，神情变得有些微妙。你们还没告诉他吗？是的，我们担心对他来说冲击太大了，万一他听完直接晕过去怎么办？妮娜看着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你们在嘀咕什么呢？又发生什么事了？金面露男色沉默了片刻后说道：那个，其实已经没有土地了。妮娜愣在原地，前任公爵在位时已经输掉了整整1/3的领地。金看着瘫倒在椅子上的妮娜，无奈地叹了口气，我就知道会变成这样。妮娜尖叫道：这种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冷静点，事情是这样的，你应该知道领地交流赛吧？妮娜愣了一下，回应道：是的，当然知道。路易斯解释道，在拉瓦家族和卢万公爵领地之间有一口水晶井，为了争夺它的使用权，双方每年都会举行一次竞赛。由于黑曜石骑士团不被承认为领地正式代表，所以每年都被排除在参赛名单之外。我只听说我们每年都在输，可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个？路易斯神色凝重地看向窗外，这正与领地丢失有关。他们约定，如果能在交流赛中获胜，就能获得那片土地的使用权，而且如果他们能连续占有那片土地10年，所有权就会彻底转让给他们。妮娜愤怒地拍着桌子吼道：既然每年都在输，为什么还要答应那种条件？路易斯无奈地解释道：因为前任公爵欠了拉瓦家族一大笔债，对方提出只要公爵家能在竞赛中获胜，债务就一笔勾销，他便接受了这个提议。妮娜愣住了，这简直疯了！如果没有土地，我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重振领地。在这个帝国贵族头衔是与领地紧密相连的，如果我们的领土继续缩减，甚至可能会失去公爵的爵位。妮娜陷入了沉思，我们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我忘了一个最重要的细节。阿德里安看向妮娜说道：所有权还没有完全转移，今年已经是第8年了，只要我们在接下来的2年内赢下一次，就能收回那片土地。即便如此，我们从一开始就处于人数劣势，基本上没有获胜的机会。什么？他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原来我白担心了。来吧，继续喝酒。金震惊地看着他喊道：什么？事情没那么简单，你知道吗？比赛必须以10人为一组进行战斗，但在内战之后，我们的大多数骑士都退役了，现在剩下的人根本凑不够数。与此同时，拉瓦家族的骑士团不仅人数众多，装备精良，而且已经取得了6连胜，现在的士气正处于巅峰状态。妮娜猛地将酒杯重扣在桌上，没关系。妮娜单手托腮，脸上带着一丝醉意和自信的笑意，说道：我一个人就能把他们全部赢下来。如果换做别人说出这种话，我一定会觉得那是天方夜谭，但或许是因为昨天亲眼目睹了妮娜战斗的样子。如果是妮娜的话，我觉得真的有可能实现。希里尔看着妮娜，经过实战磨练的身体真的有那么强吗？如果有机会，我也应该亲自尝试一下。妮娜猛地惊叫一声：不行，希里尔！妮娜整个人瘫倒在桌子上，说真的，刚解决了一个大麻烦，酒劲就开始上头了。阿德里安坐在桌子对面，静静地看着他。妮娜趴在桌上，脸颊泛着红晕，嘴里还在含糊不清地念叨着：没问题，先用稀有植物赚钱，然后慢慢召集有能力的人。别再担心了，少爷，既然妮娜已经回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阿德里安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既然如此，看来妮娜真的必须担任骑士团团长才行。妮娜大声笑着说道：那是当然，显然只有我能胜任。她突然愣住了，眨了眨眼，疑惑地问道：哎，骑士团团长？阿德里安转头看向一旁说道：路易斯，能把我刚才要的东西拿过来吗？路易斯恭敬地回应道：明白了。路易斯端着一个托盘走上前，托盘上整齐地摆放着卷轴和信件。这些都是什么？
文件多到根本看不完。阿德里安将托盘放在桌上，即使已经简化过了内容，依然很复杂。简单来说，他注视着妮娜，眼神中透着一丝期待。妮娜·拉戴尔，我在此赐予你拉戴尔这个姓氏，并且我在此正式任命你为黑曜石骑士团团长。妮娜整个人僵在原地，冷汗顺着额角流下。是。妮娜的尖叫声划破了夜晚的宁静。什么？她猛地站起身语无伦次地喊道：“为什么是我？”阿德里安平静地坐在原位。我不能永远担任团长。妮娜急切地指向一旁。可是副团长路易斯不是就在这里吗？路易斯手里端着杯子，微笑着回应道：“我觉得文职工作更适合我。妮娜，我很乐意把这个位置让给你。”他又转头看向另一边。那金呢？他年纪比我大呀。金耸了耸肩，露出一副嫌麻烦的神情，说道：“我怎么可能应付得了那种麻烦的差事？不过，如果是当个副团长之类的，我倒是可以考虑。”妮娜急得满脸通红。可是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决定的这么突然？阿德里安看着他，语气低沉而稳重：“这并不突然，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决定了。妮娜，我一直认为除了你之外，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妮娜看着阿德里安的笑容，感到一阵局促。他露出那种表情，叫我怎么拒绝啊？他长叹了一口气，挠了挠脸颊，说道：“好吧，看来我真的没得选了。不过我有一件事想确认，关于你给我的那个姓氏，是拉戴尔还是拉戴尔？”金坐在桌边无奈地问道：“现在是纠结这种事的时候吗？”妮娜猛地拍桌子反驳道：“当然重要，既然有中间名，那就说明肯定还有封地，我当然会好奇啊。”阿德里安轻笑出声，姓氏确实是戴尔，中间名是拉，至于封地那是世袭的。为了留住一位死而复生，并与高阶精灵签订契约的精灵骑士，这是我至少能做的事。妮娜双手抱胸，若有所思地回应道：“啊，所以这意味着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不必再感到畏缩了，对吧？那好吧。”他伸出手，从阿德里安手中接过了那卷委任状。妮娜挺直脊背，神情庄重地大声宣布：“我满怀感激地接受任命。”她兴奋地在房间里又蹦又跳，太棒了！我现在也是贵族了。希里尔在一旁捂住耳朵，天哪，我的耳朵都要被震聋了。最近黑曜石骑士团在别人眼里就像一群恶棍，如果人们发现新任团长是这样一个吵闹的小鬼，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妮娜停下动作，疑惑地问道：“恶棍？在外面看来，我们就像是那种灭掉公爵家族并夺取头衔的恶棍吗？”金随口回应道：“大概吧。”妮娜满不在乎地说道：“说实话，那又能怎么样呢？既然当不成主角，那我就干脆当个帅气的反派好了。”金又兴奋起来，大声提议道：“嘿，为什么我们不能既是反派又是主角呢？只要我们想做，就一定能实现。”路易斯举起酒杯喊道：“好啦，好啦，先倒满杯子再说。为了反派主角们，干杯！”酒杯猛烈地碰撞在一起，酒液在欢呼声中晃动。喧闹过后，希里尔靠在椅背上：“妮娜，再多跟我讲讲你遇到的那些精灵吧。”妮娜爽快地回应道：“当然可以，希里尔，你想听哪部分？我肚子里的故事多得能讲上3天3夜。”圆月高悬在繁星点点的夜空，城堡的窗户透出微弱的灯光，随着夜色渐深，喧闹声也逐渐平息。妮娜发出一声含糊的呻吟，她缓缓睁开眼睛，有些迷茫地打量着四周。我什么时候回房间的？她低头看了看身上的衣服，哎，这身睡衣又是怎么回事？我竟然睡得这么死，连有人帮我换了衣服都不知道吗？看来昨晚真的是喝得太多了。妮娜按住额头，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头好痛。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啊，对了，妮娜伸出手将卷轴缓缓展开。妮娜·拉戴尔，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拥有的姓氏和头衔，这是阿德里安为我选择的名字。他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温柔的笑意。我真的好喜欢这个名字，非常非常喜欢啊！不行，这样下去可不妙。我突然好想见他。阿德里安独自坐在昏暗的房间里，正对着面前的棋盘陷入沉思。窗户传来了轻微的叩门声。阿德里安走到窗边，伸手拉开了厚重的遮光帘。他站在窗前，望着外面静谧的夜色，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欢迎回来，妮娜。妮娜轻巧地跳进房间。什么？你一点都不惊讶吗？阿德里安平静地回应道：“除了你，还有谁会翻窗户进来？你睡不着吗？”“不，我只是刚睡醒，突然很想见你，小少爷。”他注意到桌上的棋盘，问道：“但是你一直没睡都在下棋吗？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阿德里安走向棋盘，说道：“完全没有要玩一局吗？”妮娜摆了摆手，拒绝道：“还是算了，我根本搞不懂那些规则。总之，快点过来这里，小少爷。”阿德里安有些疑惑地问道：“为什么？”妮娜催促道：“快点过来就是了。”阿德里安顺从地走到沙发边坐下，妮娜猛地扑过去，把头靠在他的膝盖上，发出了开心的笑声。“我只是很久没有像这样撒娇了，这种感觉真的很不错。下次你也应该试试看，小少爷。”阿德里安低头看着他，但是这样的话，我只能看到你的头发，妮娜。我想看着你的脸，妮娜。妮娜听后坐直了身体。既然你这么想看我可爱的脸蛋，那也没办法呢。阿德里安看着他说道：“这是我的荣幸，妮娜。说起来，是谁帮我换的睡衣？”阿德里安平静地回答道：“是希里尔换的。”妮娜显得有些局促。现在的状况已经糟糕到这种地步了吗？连一个可以托付的侍女都没有了吗？阿德里安看着他问道：“是的，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立刻……”妮娜连忙摆手打断道：“不，不是那样的。我只是在想，可以趁这个机会慢慢招募一些正经的人手。既然小少爷你这么忙，这件事就交给我来负责吧。现在的我可是交给我准没错的。”妮娜。阿德里安沉默地注视着他，随后嘴角微微上扬：“明白了。”
其实我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由于之前一直缩减开支，我们现在存下了不少资金，我会把这2件事的决定权全部交给你，按照你的意愿去做吧。妮娜愣了一下，随即露出灿烂的笑容。她凑近阿德里安问道：“阿德里安，你是不是太信任我了？”妮娜，我信任你。妮娜屏住呼吸，脸颊微微泛起红晕。阿德里安突然俯身靠近，双手捧起妮娜的脸颊，甚至超过信任我自己。妮娜的心跳猛然加速，她离得太近了。妮娜慌乱地向后退开，哈哈，房间里好像有点热，我是不是应该把窗户再开大一点？总之，谢谢你这么信任我，我会努力工作的。阿德里安沉默地看着他，没有说话。随后，他从怀中拿出一个精致的金色小盒子，其实还有一样东西，我想送给你。妮娜接过盒子，疑惑地问道：“这是？”他打开盒子，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这是我的发带，小少爷，你怎么会有这个？”阿德里安垂下眼帘：“那天听说你受伤的消息后，我立刻跑去找你，却只在空荡荡的走廊尽头捡到了这根掉在地上的发带。但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你，因为没能保护好你，我觉得自己非常没用，也很抱歉让你因为我而受伤。2年前你失踪的时候，我后悔过很多事。我本想在未来的某一天给你一个姓氏和头衔，我本该早点把发带还给你。我有太多想为你做的事，我不想再留下任何遗憾了。所以从现在起，我会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你，妮娜，我信任你，因为对我而言你是特别的。”妮娜猛地屏住呼吸，大脑瞬间陷入空白。在妮娜记忆中的那个故事里，阿德里安本该是一个谁都不信任的角色，他是卢万公爵，优雅而高贵，却也冷酷得让人捉摸不透，仿佛随时会在背后给人致命一击。在那样的泥潭中，他四面楚歌，周围全是敌人。在那个原本的故事里，他本该没有任何可以信任的人。但现在，我们已经一起走到了这一步，走到了这个彼此交付信任的阶段。妮娜突然开口打破了沉默：“那么，小少爷，我是不是也该送你一份礼物？”阿德里安愣了一下：“什么？”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妮娜已经伸手拉住了他的衣袖，用力一拽。阿德里安失去平衡，惊呼道：“等一下！”妮娜顺势让他躺在自己的腿上：“来，乖孩子，既然你表现得这么好，我就送你一个锡枕作为奖励吧。在我不在的时候，是谁欺负了我的小少爷？告诉我，我会去教训他们所有人。”阿德里安躺在妮娜的膝盖上，沉默地注视着她，随后他忍不住轻笑出声：“哈哈！”他闭上眼睛，感受着妮娜手心的温度。“我该先让你去教训谁呢？恐怕就算熬上几个通宵也数不完。”妮娜没有说话。阿德里安紧绷的神经终于彻底放松，他在妮娜的陪伴下渐渐陷入了沉睡。“你真的很英俊，阿德里安，小时候就很可爱，没想到长大后变得更加出众了。以后谁能留在小少爷身边，一定会是个非常幸运的女人。”阿德里安，我不希望我是你唯一信任的人，我希望你的世界能够变得更加宽广。在未来的日子里，你会遇到更多的人，会有忠诚的部下，会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会有值得托付后辈的伙伴。为了能让你看到一个更加广阔、更加美丽的世界，我会帮助你的。房门被轻轻推开，阿德里安端着一杯热牛奶走进房间。“妮娜，喝点热牛奶吧。”他停下脚步，发现妮娜已经躺在长椅上睡着了。也难怪，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她一定累坏了。他注视着妮娜的睡脸，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温柔的笑意。“那天我以为自己彻底失去了妮娜，我后悔了，而且一次又一次的后悔。所以我对自己立下了誓言，我要让他们也体会到这种滋味，像我一样感受失去一切的绝望。我没有急于求成，而是耐心的、缓慢的隐藏起自己的锋芒。我屏息凝神，剔除掉那些多余的杂质，只为了完成那场完美的复仇。既然妮娜已经回来了，或许那些邪教徒又要开始蠢蠢欲动了。新的一局棋即将开始。为了我的女王，妮娜，你还没好吗？再等一下，希里尔。”希里尔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有些不耐烦地抱怨道：“真是的，为了看点草药，你居然闹出这么大动静。”妮娜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回应道：“嘿嘿，对不起嘛，因为昨天喝了太多酒，我不小心睡过头了。”妮娜整理好头发，准备好了。她发出一声惊叹：“哇！”眼前的景象让她难以置信，这才是真正的玻璃温室。别告诉我，公爵领地破产就是因为这个？这里看起来贵得离谱。身旁的希里尔手里拿着烟斗，露出一丝狡黠的笑意，回应道：“我确实狠狠敲了你们小主人一笔。我一直在研究并改良从你花园里带走的所有东西，很快我们就会把这些交给平民进行大规模种植，前提是公爵府必须收购所有长势良好的草药。”妮娜有些担忧地问道：“但这样真的没问题吗？预算方面？”希里尔抽了一口烟，神情轻松地说道：“那就要看我们指挥官的了，不是吗？你说过我们会收回领地的，对吧？”妮娜愣了一下，随即露出自信的笑容，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完全没问题了。你就尽管期待下个月的交流赛吧。”希里尔笑着回应道：“好好，我相信你，指挥官。我还在研发一种新药，但只靠我一个人实在太吃力了。如果能有人帮忙就好了。可惜这种工作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最好是那种一看到草药研究报告就会兴奋得跑过来的人，对草药研究充满兴趣的人。”妮娜陷入了沉思，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妮娜兴奋地说道：“我知道一个人，我马上就去联系他。”希里尔有些意外地问道：“真的吗？那是个什么样的家伙？他很敏锐吗？”妮娜支支吾吾地回答道：“那是蓝石岛的大贤者，也是原著小说里的男主角。”妮娜在心里暗暗叫苦，这种事显然没法直接说出口啊。妮娜说道：“我也需要得到路易斯的许可，等我收到他的回复后再告诉你。”希里尔点头应道：“好。”妮娜推开温室的大门，准备离开。对了，希里尔，我打算今天去一趟紫罗兰森林，
希里尔正低头记录着实验数据。为什么？你需要那里的什么东西吗？有些我需要的东西。希里尔放下手中的笔，开始在桌上翻找起来。他抱起一大叠厚厚的文件，猛地塞进妮娜怀里。我早该好好问清楚的，怎么会有这么多？希里尔双臂交叉，神情疲惫地解释道：“多亏了某些人消失了整整2年，这些工作就一直堆积到了现在。”妮娜抱着文件，脸上露出了讨好的笑容。久等了，希里尔。希里尔一脸嫌弃地推开他，说道：“你这样很恶心，赶紧拿上东西走人。”妮娜抱着厚厚的文件走在长廊上。在过去的2年里，每个人都在各自的位置上拼尽了全力，我也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他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嘴角微微上扬。其实我今天早上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除了草药和亮钢，紫罗兰森林里还藏着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宝藏。如果我能弄到那个东西，以后想要过上奢侈的生活，简直易如反掌。他忍不住握紧拳头，对着天空大喊道：“等着瞧吧，妮娜这就来了，我也要去。”妮娜愣住了。哈！金迈步走向他，说道：“你是要去紫罗兰森林找东西吧？规则是每组2人，不是吗？我们一起去。”妮娜有些犹豫地回应道：“哎，真的有必要吗？我一个人也没问题的。”金没有说话，周身散发出令人胆寒的气场。妮娜被这股压迫感吓得冷汗直流，立刻改口道：“啊，2个人确实比1个人好，我们一起去吧。不过我们不知道要在那里待几天，所以还是多带点吃的吧。”金无奈地叹了口气，回应道：“好吧。”妮娜喊道：“金，你那边采集完了吗？”金低声回应道：“妮娜偷偷斜过眼看向他，心中有些疑惑。金今天感觉怪怪的，一直保持沉默。天色渐暗，妮娜站起身提议道：“金，天快黑了，我们要不就在这里露营吧？”金看着远方的晚霞，应道：“好。”夜幕降临，2人围坐在篝火旁，火焰发出噼啪的声响。金看着跳动的火光，说道：“明天开始，我们要进入比结界更深处的森林了。我以前从未去过那里，但我已经开始。”妮娜打断了他的话，笑着问道：“担心吗？虽然那里很危险，但有些东西只有在深处才能找到。是精灵们告诉你的吗？”妮娜有些局促地回应道：“有时候是精灵告诉我的，有时候是希里尔拜托我的。”金低声说道：“我明白了。”他突然用手捂住脸，依然一言不发。金终于忍不住大喊道：“我真的受不了了！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妮娜被他吓得摔在地上。“你今天到底怎么了？真的？”金猛地转过身，一巴掌拍在身旁的地面上，发出一声闷响。他大声喊道：“妮娜，你能不能看着我？”妮娜被吓了一跳。“哎，什么事？”金满脸通红，支支吾吾地说道：“那个，当然是剑术训练。”妮娜愣住了，不解地问道：“你要我教你剑术吗？”“我教你。”“是的。”金肯定地回答道：“你真的变得非常强大，现在的你和我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不在我们2个人中，你恐怕才是更强的那一个。”他回想起几个小时前在路上遇到那群魔物时的场景，“我看到了你战斗的样子，你的手臂和剑仿佛融为了一体。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也想那样战斗。”金低下头恳求道：“你毕竟是团长，请指导我吧。”妮娜看着他诚恳的样子，有些不知所措地回应道：“好的，叫人倒是不难，不过我是不是应该先稍微捉弄他一下？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坚持住我的训练，那会非常辛苦。”金毫不犹豫地大声回应道：“我不在乎，只要能让我变强，我愿意做任何事。如果那时候我能更强一点，我就绝对不会把你一个人丢下。”夜色渐深，金望着跳动的火焰说道：“你知道我是商会会长的次子吧？”妮娜转过头看向他，回应道：“我以前听说过。每当提起过去，你总是保持沉默，所以我从来没有深究过。”他闭上眼睛，语气中透出一丝苦涩。“关于我的家人，他们是那种认为只要有钱就能买到一切的人，无论是爱、忠诚、信仰，甚至是生命。如果你没有钱，你就毫无价值。而为了赚钱，他们可以抛弃所有的道德准则，因为金钱意味着一切。他们理所当然地涉足了高利贷，甚至人口贩卖。于是我逃离了那个家，成为了一名雇佣兵。后来我为一名信任的朋友做担保，却遭到了背叛，背负了巨额债务。就在那时，我加入了黑曜石骑士团。虽然那里充满了危险，但报酬非常丰厚。在某个时刻，我开始觉得金钱确实就是一切。曾经相信的信仰、友谊和爱，在他眼里都变成了弱者的妄想。”金靠在树干上，对一切都感到厌倦。如果不喝醉，我甚至无法入睡。他本以为自己会就这样作为一个酒鬼活下去，然后在某个地方被利刃刺死，结束这一生。直到那个人的出现，妮娜指着自己问道：“是我吗？”金看着他回应道：“没错，就是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敏锐。那时候你向我伸出了手，你对我说的那些话改变了我的一切。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以前全错了。”妮娜有些不好意思的摆手说道：“啊，我其实没做什么，你这样说让我很尴尬。”金无奈的叹了口气：“你这个笨蛋，只有你自己不知道而已。你真的为我做了很多，真的。那种眼睁睁看着像你这样的人死去，而我只能独自逃跑的感觉，我再也不想体会第2次了。所以，我想变得足够强大，强大到可以和你并肩作战。我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着，但现在看来，我们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妮娜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抬起头，脸上露出了温柔的微笑：“我真的很喜欢你。”金愣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地问道：“什么？怎么突然说这个？”妮娜笑着解释道：“我是说我很喜欢你这种诚实的样子。”金的脸瞬间长得通红。“好啦，别转移话题了。你到底叫不叫我？”妮娜低头轻笑了一声：“那是当然的。”她猛地抓住金的手，眼神中充满了热情：“我会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你。”金被他的气势震慑住了。好，
谢谢，我明白你的决心了，金，我也会振作起来，绝不会再让自己变弱。我要把从太阳那里接受到的训练原封不动地全部传授给金。金突然感到一阵恶寒，脊背发凉。为什么我突然感觉这么紧张？管他呢！他握紧双拳，大声吼道：“让我们努力训练吧！出发！”第二天，金蹲在草丛后面，低声问道：“就是那个吧？我们要找的目标？”妮娜趴在旁边，神情严肃地回应道：“是的。”在他们前方的林间空地上，出现了一群独角兽。独角兽是传说中的生物，拥有如黑珍珠般闪耀的皮毛和尖角，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极其罕见。这些生物的体力、力量和智力远超普通马匹，从未有人能成功驯服它们，因此它们一直只是紫罗兰森林中的传说。他记得在原著故事中，女主角会在5年后发现它们，从那时起，整个故事的规模将变得宏大许多。既然如此，越早做准备就越好。现在的黑曜石骑士团既缺乏精良的坐骑，也面临财政困难。如果能驯服这些独角兽，战斗力和经济问题都能迎刃而解。金看着远处的兽群说道：“那确实很棒，但是独角兽，尤其是他们的领袖，自尊心极强，你打算怎么驯服他们？”妮娜拖着下巴思考了一会儿，看起来并不难，我就用驯服野马的方法来试试。金大惊失色地劝阻道：“那太危险了，我们应该先召集骑士团的人，把他们赶到角落里，一次只对付1-2只。”还没等金说完，妮娜已经猛地冲了出去。金焦急地喊道：“妮娜！”妮娜头也不回地挥手说道：“我很快就回来，总会有办法的。”金急忙伸手想要抓住他。嘿，等等！妮娜低声吟唱起咒文：“受北风祝福的风之精灵，请用无声之意推我前行。”她脚尖轻点地面，整个人如离弦之箭般跃向半空。妮娜观察着地形说道：“让我看看，那个位置最完美。”她看准了兽群中那匹最强壮的领袖，这种时候必须先发制人。妮娜从高空俯冲而下，手中的绳索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独角兽领袖猛地察觉到了上方的动静，发出一声惊鸣。妮娜稳稳地落在独角兽的背上，顺势收紧绳索，喊道：“抓到你了！”独角兽愤怒地嘶吼着，开始剧烈的上下颠簸。妮娜紧紧抓着缰绳，感叹道：“哇，果然像传闻中一样力气惊人。嘿嘿，抱歉吓到你了，但如果你愿意跟我走，我保证让你每天都能吃到超级美味的食物。”独角兽完全不理会他的诱惑，在草地上疯狂奔跑跳跃。妮娜被晃得东倒西歪，大声喊道：“好吧，我会一直待在上面，直到你冷静下来为止。”妮娜骑在狂奔的独角兽背上，回头对金大喊道：“这家伙好像有点害羞，就算我1-2天没回来，也不要担心。”金眼睁睁看着妮娜瞬间远去，焦急地伸出手喊道：“什么？不，等等！你就这样突然离开的话……”还没等金反应过来，沉重的蹄声在他身后响起，一群独角兽包围了他。金紧紧握住手中的长斧，冷汗直流。我该怎么办？妮娜骑着领袖独角兽在林间疾驰，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的状况。金绝望的呼喊声在森林里回荡。妮娜出发去猎捕独角兽已经过了3天，一切都整理好了吗？是的，我已经把申请书都分类完毕了。真是令人惊讶，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优秀的人才没能拿到帝国学院的推荐信。帝国学院这座被称为塔之城的学府正处于鼎盛时期，不仅是帝国的学生，连邻国的求学者也络绎不绝。然而在这种繁荣的背后，也产生了负面影响。那些未能获得学院推荐信的人，无论是没有爵位的贵族，还是来自弱小家族的子弟，甚至是外邦人，都无法获得一份正式的工作。为了招揽这些能力与待遇不成正比的人才，卢瓦家族发布了一则积极的招募公告，条件非常特殊，不需要帝国学院的推荐信。这是阿德里安考虑了很久的计划，正如预期的那样，反响非常热烈。没有推荐信的人只能找到非法工作或薪水微薄的差事。相比之下，我们提供的条件极其优厚。当然，这对公爵府的公众形象并没有太多好处。为了反派主角的成长，必须提供最好的支持。他忍不住轻笑出声。阿德里安察觉到动静，疑惑地问道：“怎么了？”路易斯立刻收敛笑容：“啊，不，没什么。妮娜小姐在出发前曾说过，我想让少爷吃好穿好，穿上漂亮的衣服，所以现在我必须努力工作。”阿德里安听着这些话，神情微微一怔。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他离开紫罗兰森林已经3天了，却一直没有消息传回来。他一定非常忙碌。路易斯看向窗外，低声说道：“他很快就会回来的。”路易斯微微躬身：“那么我先告退了，公爵大人。”阿德里安重新拿起文件。好。阿德里安独自坐在办公室内，手中翻动着文件。没有妮娜在的日子竟然如此寂静，明明才过了几天而已。当初那整整2年，我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突然，大门被人猛地推开，发出一声巨响。阿德里安被惊得手抖了一下。门外传来妮娜的声音：“啊，路易斯爵士，好久不见。哦，这个吗？没什么特别的，其实我待会儿再解释。”紧接着，办公室的大门被彻底推开，妮娜大步走了进来。“啊，小主人，不对，阿德里安大人。”他站定身体，双手交叉在胸前。“妮娜，戴尔，向您报告，35只独角兽已经全部安置在马厩里了。所以，你是说你抓住了整整一群独角兽，靠你一个人吗？”妮娜。妮娜用力点头：“是的，只要驯服了领头的那只，剩下的就全都乖乖跟过来了。不过现在除了我以外，其他人很难处理他们。我想，如果能让他们和普通的马杂交，慢慢培育出新的品种就好了。既然如此，名字就叫卢瓦种，怎么样？等种群数量稳定下来，我们就把它们和药草一起放到市场上销售。为此，我们需要一个商会。既然都要做了，不如我们自己建立一个吧。”
阿德里安看着滔滔不绝的妮娜，无奈的笑了笑。等一下，妮娜，剩下的事情我之后会慢慢听你说。妮娜，拉戴尔，你总是能超出我的预期。妮娜听到夸奖，脸上泛起红晕，因为我是小主人的妮娜呀。阿德里安转头看向金，说起来金为什么是那种表情？妮娜也转过头，是啊，明明辛苦抓捕独角兽的人是我吧？金猛地跳了起来，气急败坏的吼道：什么？你知不知道，你把我丢下后，我受了多少苦？就算回到了城堡，你还非要测试那些独角兽的性能，你根本没休息就直接冲了过来，现在我的屁股和后背都快散架了。妮娜一脸淡然的回应道：你真是大惊小怪。她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反正等课程开始后，这点程度根本不算什么。金看着妮娜的表情，感到一阵恶寒。妮娜转过身，轻快的挥手说道：说到这个，我该去上课了，待会儿见小主人。金大惊失色的喊道：什么？你才刚回来啊？不，等等，请饶了我吧，公爵大人。阿德里安坐在办公桌后，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在城堡宽阔的训练场上，妮娜与金相对而立。那么，现在开始期待已久的第一课——基础训练。金满脸写着抗拒。基础训练？妮娜指着金的脸说道：看看你这副表情，难怪你的实力一直没有长进。说实话，我以前接受魔法训练的时候，抱怨的比你还厉害。妮娜竖起一根手指，提议道：好吧，如果你实在无法接受的话，那就跟我切磋一下。只要你能碰到我，哪怕一次，我就让你进入下一个阶段。金愣了一下，有些不敢置信的问道：不用精灵吗？妮娜肯定的回答道：没错，赤手空拳也不用精灵。金瞬间燃起了斗志，大声回应道：好！金摆开架势，眼神变得锐利起来，不许反悔。妮娜同样摆出战斗姿态，你也一样。金率先发动攻击，他猛地蹬地，整个人如离弦之箭般冲向妮娜。他挥出一记重拳，直逼妮娜的面门，然而拳头却击在了空处。妮娜轻巧的侧身闪过攻击，脸上露出一丝戏谑的笑意。哎呀！金还没来得及反应，妮娜已经欺身而上，一记重击狠狠地击中了他的腹部。你太慢了！金痛苦地蜷缩起身体，发出一声闷哼。金重地摔在地上，扬起一阵尘土。他捂着腹部剧烈咳嗽起来。喂，你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我都要喘不上气了。妮娜走到他面前，有些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发，说道：哎呀，真抱歉，看来我还没能完全控制好力道，那下一次我会稍微温柔一点的。金盯着妮娜，眼中闪过一丝金光，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猛地跃起，想要趁其不备发动突袭。妮娜的身影瞬间消失，下一秒，他已经稳稳地踩在了金的肩膀上。金惊恐地瞪大眼睛，该死！妮娜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太慢了。紧接着，一股巨大的力量再次袭来，金整个人被击飞出去，狼狈地趴在地上，动弹不得。妮娜站在不远处，看着到地不起的金，问道：喂，你在干什么呢？他周身散发出令人胆寒的气息，脸上带着夸张而扭曲的笑容，说道：你该不会现在就想休息了吧？金看着眼前的妮娜，心中充满了恐惧，这简直就是恶魔。训练场上不断传出沉闷的撞击声，好痛！求求你饶了我吧！夕阳西下，金浑身瘫软的跪在地上，他喘着粗气，虚弱的求饶道：我会从基础训练开始做的。妮娜愉快的哼着小调回应道：很好很好，那么为了让训练更有成效，不如利用太阳的力量来增加重力吧，就先增加5倍重力好了。话音刚落，一股无形的重压瞬间降临，金整个人被死死的拍在地面上，太重了，根本动不了。金在重压下艰难地支撑着身体，双腿不停地打颤，这确实很艰难，但也许效果也会是平时的5倍。来吧，你不打算大声喊一句出发吗？金流着泪，用尽全身力气，嘶吼道：出发！金仰面躺在训练场的空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多亏了这样，今晚我能睡个好觉了。妮娜蹲在一旁，同样在平复呼吸。金侧过头看向他，说道：是你说的，不过对我来说这样也挺好。他注意到妮娜的脸色有些苍白。妮娜，你的脸色看起来真的很糟糕，这不像是训练导致的，难道是消耗了太多灵力才会变成这样吗？妮娜猛地一惊，慌乱地挥动双手反驳道：不是的，我只是觉得有点热。好吧，既然你这么说，我真的很累了。总之我们先回去睡觉吧。妮娜站在原地没有动。你先走吧，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我们要分开走。金停下脚步，转过身，担忧地看着他。什么？你是不是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妮娜用力挥了挥手，快步跑向远方。没关系的，很快就能处理好。晚安，金。金独自站在空旷的训练场，看着妮娜远去的背影，陷入了沉默。那家伙真是有点奇怪。深夜的温室里灯火通明，妮娜坐在桌前长舒一口气，用力伸了个懒腰，这样应该就足够了吧。为了将男主角引诱到这里的诱饵，比起写这封信、解读希里尔那份报告书，反而花了更多时间。不过既然男主角对草药学非常感兴趣，只要看到这些资料，应该就能勾起他的好奇心。这是希里尔保证过的。但对方毕竟是蓝石岛那位著名的伟大贤者，他可能不会信任一封来自陌生家族的信件。即便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过来，我们现在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研究，这恐怕达不到那位贤者的标准。如果他拒绝了这一次，还会再有第2次机会吗？就算有，恐怕也要等上很久吧。必须尽快开发出草药和药物来赚钱。真希望这些草药能在一夜之间全部长成，这样我们至少能先换点现钱。妮娜趴在桌上，意识逐渐模糊，在半梦半醒间低声呢喃：一夜之间。
阿德里安独自站在露台上，凝视着深邃的夜空。一只黑鸟穿过月色，稳稳地落在他的肩头。他伸出手，从鸟儿腿部取下一卷细小的密信。一名贝拉克出现在了首都。阿德里安看着信件，陷入沉思。首都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巨大屏障的保护，在这样的地方出现贝拉克，实在太不寻常了。难道这也是神殿的力量吗？他们的行动比预想中还要快，看来神殿那边也要开始忙碌了。不过幸运的是，目前的局势对我们更有利。手中的密信突然自燃，化作灰烬，消散在指尖。金气喘吁吁地跑来，打扰了，公爵大人。妮娜她。阿德里安瞳孔一缩，立刻意识到了事态严重。清晨的阳光洒进房间，妮娜正躺在床上沉睡，耳边传来阵阵呼唤。妮娜。妮娜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再让我睡5分钟。什么5分钟？快给我起来！被子被猛地掀开，妮娜惊叫一声，整个人从梦中惊醒。她虚弱地瘫倒在床边，看着眼前的希里尔说道：“希里尔，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希里尔看着他这副模样，无奈地叹了口气：“哎，这就是我的命吗？”他递过去一杯药水，说道：“先把这个喝了，这是体力恢复药剂。”妮娜接过杯子，希里尔盯着他问道：“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吗？”妮娜有些迟疑地回答：“记得一点点。”希里尔没好气地说道：“一点点？昨晚经去了温室，因为很担心你，结果发现你晕倒在那里了。还没等我拦住他就已经跑去告诉公爵大人了，说你晕倒了。为了让他冷静下来，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劲。”他越说越激动，指着妮娜喊道：“这世上哪有像你这样的笨蛋，竟然把灵力用到晕倒的地步？你到底对温室做了什么？”妮娜缩了缩脖子，小声道歉：“对不起，为了让之前提到的那个人愿意过来，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些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他站在那些干枯的草药前，尝试调用太阳的力量让它们快速生长，看着草药在光芒中焕发生机，他当时还觉得非常成功。可紧接着，眼前突然变得一片空白，整个人就失去了意识。希里尔听完后叹了口气：“我不是告诉过你不用担心吗？任何对草药学感兴趣的人，看到那些资料都会跑过来的。”妮娜低着头说道：“对不起，我只是为了以防万一。”希里尔看着他这副样子，无奈地摆了摆手：“你真是……算了，我都懒得再训你了。公爵大人，您可以进来了。”阿德里安推门而入，希里尔一边往外走一边叮嘱道：“我要先离开了，请您务必好好教训他，让他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做了。”阿德里安微微点头回应道：“辛苦了，希里尔。”随着房门关上的声响，房间里只剩下阿德里安和妮娜两人。妮娜有些心虚的低声说道：“我已经喝过很苦的药了，而且我也在反省了。”阿德里安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床边看着他。他突然伸出手轻托住了他的脸颊。“妮娜，拉德尔，到底是什么事让你这么急于求成？”他看着眼前的男人，心中泛起复杂的情绪。我白白浪费了整整2年时间，从最初遇见阿德里安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在利用前世的记忆制定计划，为了那个完美的未来，他步步为营。当然，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如愿以偿，他曾以为一切都会在中途夭折，但幸运的是，他最终还是回到了这里。原本我应该对此感到满足了，可当他亲眼看到这2年间发生的变化，心中却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惧。那些偏离轨道的现实让他感到不安。我害怕自己无法赶上他们的脚步，害怕再次变得一无所有，无法保护任何东西。妮娜低垂着眼帘，声音细不可闻。为了弥补失去的那2年，我想我确实把自己逼得太紧了。阿德里安坐在床边看着他说道：“妮娜，你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诚然，我的剑术确实进步了，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支撑起整个公爵领和骑士团。你为什么要担心这些？我才是这里的公爵。”妮娜抿了抿嘴唇，可即便如此，作为知道未来走向的人，难道我不该做点什么吗？阿德里安注视着他的眼睛，问道：“那么，妮娜，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想要变得富有吗？”妮娜愣了一下，随后诚实的回答道：“哦，那当然是其中之一。我也希望我们的领地能够繁荣昌盛，还想打败所有的异教徒。还有……”妮娜停下了动作，“不，那些都只是过程。我真正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大家都能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没错，我希望大家能无忧无虑的生活，只为一些琐碎的小事烦恼。我一直在为了创造那样的未来而努力。”阿德里安沉默的听着，随后点了点头，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知道你现在最需要什么。”他直视着妮娜，语气不容置疑：“妮娜，从今天开始，你拥有2周的假期。”公爵大人，妮娜小姐似乎又要溜出去了。妮娜猛地停住脚步，发出一声惊叫。妮娜说她现在正要去训练场呢。妮娜握紧手中的长剑，有些慌乱地喊道：“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阿德里安公爵，妮娜小姐她。公爵大人，无论何时何地，那只黑鸭始终注视着他。妮娜发出痛苦的呻吟，成群的黑鸭在她头顶盘旋，将她彻底包围。时间回到5天前，从今天开始，你将进入为期2周的假期。妮娜难以置信地喊道：“什么？”阿德里安看着妮娜说道：“接下来的2周，我会禁止你做任何工作，并且我会一直盯着你，确保你真的在休息。”妮娜猛地站起身反驳道：“不行，少爷，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关于魔力的诉讼继续拖延下去，交流活动就会……”阿德里安按住妮娜的肩膀，强行让她躺回床上。“不行，妮娜，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听的。”阿德里安放轻了声音说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妮娜，好好睡一觉，多休息，这样你才能开始注意到以前看不见的东西。”妮娜愣愣地看着阿德里安，沉默了片刻后回应道：“好吧，我会试一试的。虽然当时是这么答应了，但我真的……”妮娜垂下眼帘，完全不明白阿德里安所说的意义。路易斯正坐在书房处理公务。“公爵大人，
妮娜小姐她……等一下，一直待在房间里快让我疯掉了，我真的很焦虑，拜托了，我保证只在旁边看着。妮娜紧紧抱住那只黑鸭，脸上带着恳求的神情。路易斯沉默了片刻，终于松口说道：“好吧，只能看着。”妮娜兴奋地举起双手，欢呼道：“太棒了！那我可以搬把椅子坐在这里吗？”路易斯无奈地回应道：“随你便吧。”夕阳的余晖洒进书房，书房内只剩下笔尖划过纸张的沙哑声。妮娜好奇地问道：“你现在在处理什么？”路易斯头也不抬地回答道：“我在签署一份移交申请，准备把妮娜小姐带回来的独角兽交给戈达家族照料。”妮娜眼睛一亮，赞同地说道：“那真是个好主意。戈达家族在培育猎犬和马匹方面非常出名。”路易斯微微点头说道：“是的，他们长期忠诚地效力于卢万家族，而且考虑到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会建立一种更深层的关系，他们一定会欣然接受的。”妮娜伸手指向另一份文件，问道：“那这份呢？”路易斯拿起那张纸，平静地解释道：“这个呀，是一份关于先发制人、铲除企图袭击卢万领地团伙的报告。看来我们的间谍确实花了不少心思。”妮娜猛地瞪大眼睛：“你竟然还养了间谍？那得花多少钱啊？”路易斯继续翻阅着文件说道：“那是当然，我的眼线遍布整个王国。”妮娜好奇地凑过去问道：“他们最近做了什么？”他们在附近的村庄散布了一个传闻，说传说中的神兽独角兽已经现身，这是上天证明阿德里安公爵才是真正继承人的神圣预兆。妮娜听完忍不住大笑起来，这听起来也太荒谬了。除了这些，我们还要处理各种各样琐碎的事务。他拉开长长的卷轴，上面的待办事项多得数不清。妮娜看着那堆积如山的工作，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再等一等吧，等你的假期结束了，欢迎随时回来帮我。书房的门突然被推开了，金拿着一份报告走进来问道：“路易斯，关于这份报告。”他猛地停住脚步，看着坐在椅子上的妮娜诧异道：“什么？妮娜为什么会在这里？”妮娜理直气壮地回答道：“这也算是在休息啊，我正通过观察他工作来放松心情呢。”金一脸无语地摇了摇头说道：“真是服了你了。算了，这是希里尔让我转交给你的文件。您还记得妮娜3年前从紫罗兰森林带回来的那些小麦吗？当时种在花园里，很快就枯死了。但是希里尔一直在努力改良种子，现在它们长势惊人。”金露出自豪的笑容，继续说道：“这种小麦的产量是普通品种的30倍，我们甚至需要建造一个新的仓库来存放。小麦可以像货币一样交易，甚至能换取黄金。如果我们把这些种子种在即将通过领地交换站收回的土地上，我们的骑士团就会变得非常富有。”妮娜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兴奋地喊道：“果然不出所料，没错，帝国式的领地交换站非常重要。现在的数字已经……”妮娜迅速坐回椅子上，缩起肩膀，小声说道：“我会保持安静的。”金走到门口挥了挥手说道：“好好休息吧，我先走了。”随着房门关上的声响，书房内重新恢复了宁静。路易斯翻动着手中的文件说道：“起初希里尔说改良这种小麦需要5年以上的时间，没想到这么快就成功了。”妮娜坐在椅子上感叹道：“真的吗？那太了不起了。”她陷入了沉思。在原本的故事线里，改良小麦确实花费了整整5年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这件事不应该是在女主角菲奥娜出现之后才发生的吗？该不会我又错过了什么关键信息吧？路易斯手中的羽毛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妮娜，虽然在你看来这一切进展的或许有些缓慢或笨拙，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想填补你离开后留下的空位。与2年前相比，大家真的都成长了很多。路易斯露出温和的笑容说道：“所以你能再多信任我们一点吗？”妮娜坐在椅子上，双手紧紧抱着膝盖，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对不起，路易斯。”她微微颤抖，低声的喃道：“是我太傲慢了。但事实却是，每个人都在为了更好的未来而竭尽全力，大家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这个梦想并不是靠我一个人就能实现的。我一直感到焦虑，担心自己在这段时间里错过了什么。我曾深信不疑，认为自己是唯一能够改变未来的人。”路易斯露出温柔的笑容说道：“没关系的，妮娜，大家都理解你的感受，所以他们才希望你能稍微放松一下。”妮娜抬起头问道：“你真的这么认为吗？”路易斯肯定地回答道：“是的。”妮娜沉默了片刻，眼神逐渐变得坚定。“即便如此，我还是应该向大家道歉。”他猛地推开书房的大门，大声喊道：“谢谢你，路易斯！从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加油吧！”随着一声沉重的关门声，妮娜风风火火地跑了出去。路易斯站在书架旁，无奈地扶着额头，感叹道：“真是的，他一旦下定决心，谁也拦不住。”10天后，阿德里安独自在庭院中练剑，长剑在空中划出破空声，汗水浸透了他的衬衫。他停下动作，急促地喘息着。红叶随风飘落，铺满了庭院的地面。现在真的感觉到秋天到了，对吧，妮娜？妮娜猛地一惊，发出了短促的惊呼声。妮娜有些惊讶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明明一直很安静地在看。”阿德里安收起长剑，走向妮娜说道：“我怎么可能注意不到？今天约定的假期就结束了，感觉如何？”妮娜露出灿烂的笑容，回应道：“能什么都不想的，好好休息一次，感觉真的很棒。也许我天生就适合无所事事，而且我也学到了很多。当我静下心来仔细观察时，才发现有很多以前没注意到的事情。首先，卢万公爵家看起来摇摇欲坠，其实全都是您的计划吧，小主人。您到底在幕后处理了多少事情？连我也被完全骗过去了。”他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来我之前的担心全都是多余的。正如您所说，大人，其实我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他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想起之前的样子，甚至觉得有点尴尬。我当时竟然一个人闹出那么大的动静。阿德里安看着他回应道：“没关系，就像当年捕捉独角兽时一样。”妮娜，有些事情只有你能做到。妮娜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问道：“真的吗？我做得很好吗？”阿德里安微笑着肯定道：“是的，你做得非常好。”妮娜开心的笑了起来，双手托着脸颊，发出了得意的笑声。阿德里安挥动长剑，剑锋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那我们要不要久违的切磋一下？以前我们经常这么做。妮娜有些意外的睁大眼睛。哦，突然提出决斗邀请吗？听起来很有趣，但我还是算了，毕竟我现在还在休假中。妮娜笑着调侃道：“我现在变强了很多，大人恐怕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阿德里安擦拭着手中的长剑，确实如此。妮娜愣住了，她眨了眨眼，有些慌乱的从围栏上跳下来。哎，您没生气吗？我刚才只是在开玩笑。阿德里安转过身看着他问道：“生气？我为什么要生气？”妮娜停下脚步，有些迟疑的回答道：“那个，因为自尊心之类的。”阿德里安沉默了片刻，他注视着妮娜，眼神变得深沉而郑重。妮娜，拉戴尔。妮娜立刻挺直脊背，神情严肃的回应道：“在公爵大人。”阿德里安迈步走向他：“你是我的骑士团团长，也是我的剑，我的剑成了最强，这又有什么不对？当一个领主开始畏惧部下的力量，那是因为他在害怕背叛，但这并不适用于你和我，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着信任。我甚至对你说过，你是对我而言珍贵的人，可你还是不明白。说实话，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卑微。”妮娜露出灿烂的笑容说道：“您说的对，大人，我会牢牢记住这句话的。”阿德里安伸出手，指尖轻轻缠绕住妮娜的一缕银发，他低头注视着她，眼神中却透出一丝复杂的情绪。事实是，有时我会感到害怕。当妮娜表现得如此顺从，当她完全按照我的引导去行动，仿佛只要是我想要的，她什么都会去做。这种毫无保留的追随，反而让她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我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她又能忍受多少？那种想要不断试探她底线的冲动，让她感到不安。她不知道这种渴望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她会将自己引向何方。因为对她而言，妮娜实在是太过于……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绝不会真的那样做，因为对他而言，妮娜实在是太过于……阿德里安收起思绪，我们要进去吃晚饭吗？大家应该都在等了。妮娜轻快的跟在他身后回应道：“好啊，听起来不错。”他一边走一边思索着说道：“说起来，交流赛结束后就要招募新骑士了吧？真希望能有个可爱的女孩子加入。”这时金急匆匆的跑了过来，喊道：“妮娜，原来你在这里啊！”妮娜停下脚步问道：“遗金，怎么了？”金看到阿德里安也在场，连忙行礼道：“啊，公爵大人也在。在明天出发参加交流赛之前，我有些事情必须和你商量一下。”妮娜显得很淡定：“就按我们之前说好的那样做不就行了？”金有些抓狂的大喊道：“你真的打算做那种荒唐的事情吗？”妮娜理直气壮的回答道：“没错。”她转过头对阿德里安抱歉的笑了笑：“对不起，大人，我先和金谈一会儿，马上就跟上去，待会儿见。”阿德里安站在原地，挥了挥手回应道：“好吧。”阿德里安注视着妮娜跑向金的背影，因为他对他而言实在是太过于珍贵了。第二天交流赛竞技场，阳光洒在宽阔的场地上，一队穿着重型铠甲的骑士整齐地排列在沙地上，等待着比赛开始。其中一名骑士打了个哈欠，每年都重复这种一眼就能看到结果的比赛，真是让人精疲力竭。旁边的同伴发出了轻笑声，附和道：“哈哈，确实如此。”另一名骑士拍了拍同伴的肩膀，安慰道：“再忍耐一下吧，只要再过2年，这里的一切就全都会变成我们的领土了。”一名年轻骑士兴奋地喊道：“那到时候我们就会成为公爵家的骑士团了吗？”另一人得意地回应道：“那是当然，待遇会变得更好，肯定还会有很多漂亮姑娘来向我们示好。”骑士团长沉声喝道：“肃静，不要轻举妄动，这可是卢万公爵易主后的第一次交流赛，关于那场权力更迭有很多不安的传闻，必须保持警惕。”一名年轻骑士不屑地撇了撇嘴：“切，就算在公爵家内乱的时候，他们也没赢过任何一场像样的战斗吧？我听说他们只是靠着阴谋诡计才勉强撑下来的。我们和那种雇佣兵出身的乌合之众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就算那个私生子再擅长策略，也绝不可能和我们的团长相提并论。”他们凑到团长身边，谄媚地说道：“如果我们把公爵头衔献给拉瓦伯爵，团长您也一定会收到非常丰厚的报酬吧？”团长听着部下的吹捧，忍不住发出了得意的笑声：“哈哈，虽然那是事实，但他很快收敛了笑容。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远处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一名传令兵骑马飞奔而来：“团长，紧急汇报！”团长看着飞奔而来的传令兵，有些意外地说道：“哦，那些总是迟到的家伙，这次竟然提前到了吗？”传令兵勒住马绳，气喘吁吁地回应道：“我们也拦不住，只有2个，其他人是跟在后面吗？”传令兵拼命摇头：“不，后面没有马匹跟随，而且那不是重点。一面会有黑色飞鸟的蓝色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传令兵咽了口唾沫，继续汇报道：“有一个骑着黑色独角兽的女人，她自称是黑曜石骑士团团长，